小奶宝刚穿进书中就被昏君抄家流放，他反手就用空间将整个京城的物资打包带走。不好了，11小姐落水了。什么情况？是谁居然敢把老娘这个横行24世纪的空间系火系满级大佬丢进鱼池里的？此时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老娘不过是刷完怪后回家睡了一觉，竟然穿成了昨晚看的古早男频小说里的一个3岁小奶娃。按照小说剧情，狗皇帝现在已经对秦王府布下了天罗地网，明天一早就会颁布圣旨，以妄行巫蛊之事诅咒金上的由头，把秦王府满门发配至北疆，最后秦王及其家眷全都死在了流放路上。而原主这个小炮灰就在刚才被堂姐推下水淹死了。哼，你这本勾巴叔也敢让老娘来当炮灰，是该教教作者和主角团做人。刚才妹妹明明是从我身边摔下去的，我要是能抓住她就好了。小姐，您就是太心善了，明明是11小姐要捉弄您，您还处处替她着想。今天正是二房主母张氏举办了赏花宴，邀京中少爷小姐来秦王府做客，刚好碰巧遇见这种事情。六小姐不愧是京城贵女的礼仪典范，都被自家堂妹欺负成这样了，最先想到的竟然还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早听说小郡主顽劣不堪，今日一见，果然传言非虚。人家好歹是皇上亲封的郡主，你们这么说人家不要命了？郡主又如何？还不让人说实话了？毛都没长齐就如此刁蛮，这6小姐和11小姐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说什么呢？冉宝是我妹妹，我巴不得刚才是我替她摔下去，怎么会责怪她？他这番柔弱姿态当即把周围的几个贵公子迷得神魂颠倒。哼，最近原主的祖母生了重病，秦王妃为了全身心的照顾老王妃，不得不把原主托付给二房主母张氏照顾。而张氏表面上娇宠原主，其实就是打着要养坏原主的心思。这个六堂姐更是想方设法让原主在大庭广众下出丑，以衬托自己的懂事大方。刚才就是这个堂姐盛明雪把原主推下了池子，现在被这主仆俩一唱一和，就成老娘推堂姐未遂，自己掉进了池塘。哼，既然继承了原主的身体，那这些麻烦老娘自然要解决掉。阮宝意念一转，火起，盛明雪的头发上当即燃起了一簇火苗。救命！好烫！你们一群狗奴才，还不快救火！臭娘们，你别往我面前冲啊！谁踩小爷的脚？好烫！我衣服上也染上那邪火了。大家快点跳下池子里！看你们还敢欺负老娘不？按照原书剧情，盛明雪这个享誉京城的才女，一直很嫉妒原主这个刚出生就被皇上赐了长乐郡主的身份，经常带着小丫鬟各种欺负原主，表面上却是夫为了原主好才这么严厉的模样，让年幼的原主真的信了他的邪，天天往二房跑。见此时众人忙作一团，根本没空注意自己。阮宝当即假装昏倒，用意识进入了随身空间。空间是阮前世打怪爆出的戒指，一旦戴上后就刻印在手指里了，里面的东西会一直保持放进去时候的样子。所以阮前世一个劲的囤物资，上万亩的仓库里囤满了各种日用品、食品、医疗器械和上万件武器。然而他现在一个个检查自己的囤货时，却发现除了专门囤食品、日用品和医疗器械的库房，其他的库房竟然根本打不开。哼，狗蛋！怎么回事？我怎么进不去武器库了？阮姐，咱都穿越到了美好的新世界，就不能给我换个美好的名字吗？不行，赶紧说。因为你现在的异能和身体都太弱了，没办法承受大型空间运行产生的负荷，所以只能开放部分权限。作为秦王的掌上明珠，想打原主主意的人不胜枚举。阮宝也发现原主身上已经中了好几种，身体也弱得不成样子。哼，那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你还我的满级双异能来。阮姐，在末日里，你要杀几百头丧尸才能提升一点异能，现在只需要嘎嘎囤货就能升级，而且以前你只有2个异能，现在你只要囤货到位就能解锁其他技能和宝物，什么金系、木系、水系异能，什么宝剑、灵草、灵兽，只要阮姐一句话，狗蛋一定想办法给您弄到手。虽然现在一朝回到了解放前，但我们有美好的未来啊！今晚就去把皇帝老儿搜刮个底朝天。为了稳住南齐的军队势力，狗皇帝是肯定不会赐洗秦王府满门的。但狗皇帝早就想除掉秦王了，就算现在去揭穿二房阴谋，狗皇帝也还会以别的由头怕我们流放，
到时候老娘路过一个城池就搬空附近的粮仓，升级速度岂不是比坐飞机还快？想想以后能解锁各种异能，穿越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了。虽然原主现在的身体确实太弱了，但老娘空间里有灵泉和各种医药设备，调理1个月就回来了。外面那朵白莲又来找抽了，惹姐上给她打成浑身乌青的不摇碧莲。小奶宝刚出生就被皇帝赐封郡主，反手就被邪恶堂姐扔下池塘。妹儿，你从小就体弱多病，这大冬天的还不慎跌入了池水里，要是真的有什么闪失，我要怎么给大伯和伯母交代啊？软宝刚一回神，就看见盛凌雪身上已经上完了药。翠果，快去给小妹叫大夫啊！小姐，医官们都在给几位公子小姐看诊，怕是要等一阵才行。那还不赶紧让人去守着，只要有医官闲了下来，立刻让他们来给小妹看诊。盛凌雪身上的烧伤，只要用秦王府上的灵药玉鸡膏涂上1月，就能恢复如初。但她此时却不肯放弃这个坏软宝名声的机会，于是狠狠地瞪了丫鬟一眼。小姐，你又不是不知道，刚才明明是11小姐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货，故意引到了您头发上的。您一直这样忍气吞声下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们还是把这件事禀明王妃吧，她向来一视同仁，肯定会还您一个公道的。翠果，你说什么呢？小妹年幼顽皮，又不是故意的。你再说这样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他俩在这一唱一和，周围的人像是被提醒了一样，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照我说，就该禀明秦王妃，让她好好管管这臭丫头。才3岁就有这么多整人的花招，等她长大了，这京城岂不是要被她闹翻天？哟，人聚得这么齐，都在干什么呢？盛凝雪当众拉了坨大的，大家都是来看他笑话的吗？来者正是软宝的三哥盛逸晨，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京城一霸，仗着亲爹是秦王，在京城横着走都没人管，平时惹过他的人都讨不了好。而盛凝雪听到盛逸晨如此粗鲁的话，简直气得浑身颤抖，却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发作。三堂哥，你就爱说笑，我怎么可能做出那等辱没秦王府的事？辱没秦王府？就你也配？盛逸晨表面上不学无术，看过全书的软宝却知道其实都是伪装的。秦王府除了爹爹这个秦王外，几个兄弟们全都出类拔萃。大哥是文状元，二哥善经商，五哥更是跟着秦王盛静海屡立战功。为了遮掩锋芒，三哥才当上了游戏人间的京城浪荡子。按照原书描写，原主落水身亡后，三哥自责是自己没照顾好原主，悲痛之下直接断了自己的一只手臂来纪念原主。不过三哥来得正好，毕竟明天秦王府就要被抄家流放，留给老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得赶快解决完这边的事。三哥，快带软宝酒，他们系坏银，他们欺负软宝。看到小妹委屈的模样，盛逸晨快心疼死了。我今日倒要看看是谁借给他们的胆子，敢欺负我秦王府的小郡主。三公子，恕奴婢直言，刚才是11小姐想把6小姐推下了水池，只可惜自己不小心踩空了，这才摔了下去。结果11小姐生气了，又不知道从哪弄来的火，故意引到了6小姐的头发上，这才让许多公子小姐身上也染了火星子，只能跳下水池去灭火了。你是说我这3岁的妹妹推老六下水？公子，我们实在是冤枉，小郡主身份尊贵，我们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欺负她呀。盛六，出来接活喽！盛逸晨，你干什么？你竟然管你的狗叫盛漏，还让他撞我！伯母知道了定不会。去！不好了，6小姐被三公子的狗拱下水了，快下去救人啊！三哥，你就是这么欺负自家姐妹的？是，就是欺负你。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家软宝推你下水吗？我的狗现在也把你推下水了，怎么你也要去告我欺负你？且不说我家小妹到底有没有推你，年前宫宴，小妹和九公主在御花园玩耍，九公主也是不慎跌落水池，当时就有人说是小妹把她推下去的，但皇上一句也未责骂小妹，反而赞她活泼开朗，赏了她许多金银首饰。怎么，你觉得自己比九公主还金贵？小妹能和九公主玩闹，不能和你玩闹？盛凝雪被气得浑身颤抖，假装气昏了过去。小姐，不好了，小姐昏倒了，你们几个还不快找个软轿来把小姐抬下去？喂，我正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了？你倒是说说，我家小妹是不是无辜的？三哥直接抱着软宝离开，还不忘重重地踩了一脚在盛凝雪身上。原来你会说话啊！你们都听见了，我刚才问他小妹是不是无辜的，
他亲口认同了。既然没事了，我就先走了。好家伙，有你这么问问题的吗？人家那是痛呼，不是赞同，好吧？小奶宝穿书惨遭流放，反手就将国库搬空，带领全家打造世外桃源。按原书剧情，国舅爷正是趁着今天的赏花宴，在二房那边商量陷害秦王府大房的事。只要把三哥引过去，偷听到他们的密谋，这样大家都能提前做流放的准备了。三哥，软宝的木马掉在梅香院了，你能不能带软宝去拿回来？软宝乖，三哥待会儿帮你去拿。现在就去，悄悄的。六姐姐他们平时不准我玩这些东西，要是被知道了，软宝又会被罚。好，哥哥这就带你去拿木马，你想玩什么都行。哥哥明天就去警告盛凝雪，让他再也不敢欺负你。盛一晨却刻意放轻脚步，带着妹妹顺利前进了梅香园。咦，三哥，你觉不觉得这块山石长得很奇怪？软宝故意把盛一晨引到密谋的地方，软宝一掌就将看似完整一体的假山，竟然突然朝两边裂开，露出了一个硕大的暗示。东西都买好了吗？没被秦王的人发现吧？放心吧，今早正是趁着大房那边守卫换房的空档，派了几个人混进主院，把您给我们的东西都埋到了意想不到的位置，现在就等着乾清宫那边派人搜捕，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这两个声音是二叔和国舅爷的。二叔虽也住秦王府，却因为是妾生的，对我们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难不成他们在这里密谋什么对大房不利的事？我已禀明圣上，只要明日事成，秦王府被判满门流放，圣上便会以举报有功的由头，不仅赦免你们二房，还会给你擢升一级。我私底下再赏你黄金千两和宅第一座。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再多派些人去守着主院那边的动静。秦王膝下儿郎个个出众，皇上这些年动了好几次要除掉秦王嫡系的心思，全都被他们躲过了，这次可再不能出差错了。你就放心吧。这个声音是谁？怎从未听过？按照之前的计划，今晚秦王府就会因为深陷巫蛊之案被流放北疆。身受重伤的秦王和秦家老五会在离京200多里的流云郡和流放队会合。只要他们两个在你们手里做人质，你们还怕留在京城的盛家人不听管束？这还多亏了齐先生给我们出的主意，不然我们也不能这么顺利策反秦王手下大将，重伤了秦王和秦家老五。不过现在南齐境内军队都以秦王马首是瞻，如果秦王现在嘎了，怕是会导致军心涣散，让他国逮到可乘之机。为今之计，只能等秦王府上交虎符后，抓紧时间安抚军心，等到时机成熟，便可制造一场意外，让秦王嫡系全都嘎在流放路上。父亲驰骋沙场，甘愿劳累一辈子，还不是为了护佑南齐百姓安宁，守护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南齐皇室。这狗皇帝竟是要将秦王府嫡系一网打尽，连老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小妹都不放过。软宝乖，最近祖母病情愈发严重，我们准备陪她去玉泉关养伤，但哥哥这边还有事情没处理完，我先让影卫送你过去，我们到时候再别夜会合。哼，你少骗软宝了，明明是我们要被流放，你不想我和你们一起吃苦，准备先让身边的影卫拼洗把我送出去。妹啊，你刚才根本就不是来拿木马的，你是知道他们在密谋，所以才引哥哥过来的。三哥，我昨晚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到我们被抄家流放，全都洗在了流放路上，所以我就想带你来看看我昨天梦到的地方，没想到是真的。三哥，梦里的软宝在今天跌入池塘的时候就没了，然后变成一缕鬼魂，目睹了之后发生的所有事。几十年后，软宝被一个仙女姐姐收做徒弟，她教了软宝许多知识和法术。再一睁眼，软宝就回到了今天。从我醒来到现在，所有事情都应验了。三哥，你快看，这是仙女姐姐教软宝的。妹呀，你真的是神仙的徒弟？当然啦，软宝骗你干什么？天哪，我妹居然是神仙的徒弟，那我岂不就是神仙徒弟的哥哥？我就知道人在做天在看，我们盛家自父亲起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哪怕得不了什么福报，也不该是全家惨嘎的下场。这不，我们家的福报全应验在软宝身上了。妹啊，既然你能控制火，刚才盛凝雪身上的火也是你点的。嘿嘿，我家小妹干得真漂亮，那你能变出5颜6色的火吗？打个铁花给哥哥看看。软宝用小拳拳捶你胸口，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看打铁花？
我们现在已经没时间了，你赶紧带一队身手最好的隐卫去宁寿院，把埋在西厢房墙角的厌胜之物挖出来。挖出来的东西不要扔，直接埋到2房后院里，让它从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可是妹呀，皇上这次是存心要除掉秦王府，哪怕我们逃过巫蛊之案，也会以其他借口判我们流放啊。我们既然逃不了流放之苦，能多拉一个仇家下水不也挺好？办完这件事以后，你赶紧让秦王府的势力撤离京城，赶往北方，全都去流云郡会合。既然父亲和五哥还在他们手里，我们就只能假装被流放，等到了流云郡劫回他们，我们再想办法逃离流放队。感觉自己的脑子有点跟不上3岁的小妹了。妹啊，李重生和你梦里的事先不要告诉其他人，哪怕是家人也先别说。这世上人心最难测，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千万不要暴露底牌。知道啦，软宝有分寸的。行了，你刚才吩咐哥哥的事，哥哥都记住了，哥哥这就去准备，你先回房间去休息吧。老娘还要去搬空京城呢，要不先假装睡着，然后溜出去。小奶宝即将流放蛮荒之地，反手就把仇人的物资搜刮干净，屁都不给狗皇帝留一个。软宝小手一挥，直接将房间里的东西全都收进空间，又悄咪咪地跑到小厨房，朝空中撒了把迷药，将正在做饭的几个婆子迷昏了过去，然后把小厨房里的柴油、盐酱、醋茶、红豆、大豆、黄豆、绿豆、大米、小米等粮食也一并卷进空间。软宝随即来到厨房外的小院子里，听见一阵噼啪的响声。郡主早就吩咐了，要罚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小子50大板，你们却现在才执行，待会儿你自己也去领20吧。我什么时候吩咐要打人了？这尼玛是男主啊！按照原书剧情，隔壁北辰国皇帝病危，因皇帝并非太后亲子，太后得了权力后便开始迫害皇帝的儿子们。而男主顾元成是北辰帝最出众的儿子，在太后开始迫害皇子们时，就从北辰逃到了南齐，于是在南齐建立了足以和太后抗衡的势力，替那时已经达了的父亲报仇，夺回了北辰的政权后，更是做大做强，直接统一了这片大陆。而现在还是小说的前半段剧情，顾元成为了躲太后追杀，扮成秦王府小厮，却被恶毒男配陷害，偷了原主玉镯。原主在盛明雪的刻意引导下，直接让人打顾元成50大板。这本小说可是男主爽文啊！这书中凡是得罪过男主的都没有好果子吃，更别说我现在打他50板子了！快给我住手！小姐，这些下人简直无法无天！您早上就吩咐要打来福50大板，他们竟然现在才执行，是否要给他多加30板？行了，别打啦！你们声音太大，吵到我睡觉啦！郡主恕罪，还请郡主饶了我们这一次，我们这就把那臭小子拖出去打，保证不让您听见。够了，就是一个玉镯而已。月初时，本郡主出游，来福便为本郡主挡下一枚案件。本郡主原本还在寻思要赏他什么，既然他喜欢哪个玉镯，我就赏给他了吧。是郡主。你们好好把他抬下去，再让管家给他拿最好的伤药，他过几天还要当值，不要因为他的伤影响到本郡主的安危。是郡主。你让管家给来福送100两银子去。刚才隐卫说细长舞捡到我搭镯子，栽赃他搭，系我对不起他，我拿钱给他买好漆的。100两，这可是相当于我几10年的工钱啊！就这么赏了？怎么？我说大话你不听？到底我系郡主，还系你系郡主？奴婢不敢。既然郡主您醒了，我让人给您传膳吧。你这小丫头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哼，不吃，我今天累得很，现在还要睡觉。你让所有人立刻马上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免得他们在外面活动，吵到我休息。是，郡主。软宝假装回房，实则是去自己的小金库。按小说剧情，南齐整个国家也只有秦王盛敬海这么个拿得出手的武将。皇帝为了让他好好打仗，手上有什么好东西全赏给了秦王府，而这些东西也全都落到了受尽全家宠爱的原主头上。软宝直接打开空间，把所有宝物都一并收进空间，甚至连桌椅都不放过，屁都不给狗皇帝留。按照小说描写，这里还有一个密室才对。哎呀！
这里就是秦王夫妇给原主准备的88台嫁妆，光是京城及各个郡县的房产地契就堆满了整整1箱，各种吓人的卖身契又堆了整整1箱，还有各种上等的绫罗绸缎等等。哎呀，好乱好乱，不管了，统统带酒。就在阮宝正准备去搬空仇人家里时，突然听到娘亲的声音：“母妃，母妃，您怎么了？您醒醒啊，快传府医。”娘亲的母妃，那可不就是祖母嘛？按原书剧情，老秦王妃虽然身染奇毒，却生命力顽强得很，是整个秦王嫡系活到最后的人，怎么会现在就病危了？下官拜见老王妃娘娘。王妃娘娘，行了，赶紧起来看看母妃怎么样了。医官急忙上前给老王妃把脉，一双浓眉皱得恨不得能夹住2只苍蝇。按理说，老王妃已经服用了1个疗程的药，体内寒毒应该清除干净了才对，怎么现在看来越发严重了？大夫，会不会是误诊了？母亲中的并非寒毒。老夫行医术是在，还没有诊错的时候，王妃您就放心吧。古书上确实有记载，中寒毒者如果再染上风寒，则会病情加重。想必这几日入冬了，老王妃不慎染了风寒，这才病情恶化了。我这就再给她开1副药，服完后一定药到病除。哼，祖母中的哪里是寒毒，分明就是上古10大奇毒之一的紫叶幽兰，而且这毒还是小说看到最后的时候，作者才提到一嘴。这学术不精的庸医，居然把祖母的病误诊成了寒毒。阮宝一个闪身来到祖母的小厨房，直接从空间药房里选了好几种自己前世调配好的特效药，放到了祖母的药罐里一起煮。阮宝眼看着祖母喝完药后脸色明显好了许多，这才先放下心来。特效药目前也只能暂时缓解祖母体内的毒素，之后再用空间里的好药给祖母调理一段时间，想必身体也就能完全恢复了。不过按小说的描写，紫叶幽兰的做法和解药早已失传，就连皇室都没办法得到这种珍藏级别的毒药。难道除了皇室，还有其他人想害秦王府的？但小说里根本就没有写这个幕后黑手啊！算了算了，我反正是来教作者做人的，得赶紧去收拾东西先，不能给狗皇帝留下一点东西。小奶宝用空间卷走昏君国库，带着满京城的物资与全家人去流放。咦，这是什么？蘑菇吗？阮宝在记忆里搜索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不想了，收了再说。阮宝一个闪身进入粮仓，这里的粮食就像几座大山一样杵在他面前。天啊，这里的粮食也太多了吧！那老娘可就不客气啦，收收收！阮宝来到了王府一个专门存放炭的小仓库里。按照小说描述，南齐国马上就要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极寒天气，到时这方圆500里都不适合人居住。但南齐北境却有一个神奇的山谷，不仅没有受到寒流波及，反倒还因为霜冻的缘故，第2年的庄稼粒粒饱满，水果蔬菜也个个香甜饱满，十分适合人居住。等到南齐这片地界全都被冰霜冻住，这些坏人连家门都出不了的时候，可就更好玩了。老娘就不打扰这些大人们的勾心斗角了，要带着家人和满京城的物资，去传说中的桃花源过小富婆日子喽！收走收走，统统收走！这本小说里的南齐国是没有宵禁的，想必今天二房举办的赏花宴也会像往常一样进行到很晚。现在人多眼杂，还不是时候去搬空二房，倒不如趁这些朝廷重臣和家眷现在都在二房，老娘直接去把他们的宅邸搬空，等把全京城都搬空，赏花宴差不多也散了，老娘再回来直接搬空二房。狗蛋，给姐把京城的贪官名单打印出来。好了，冉姐。你这是把去全城官员名单都给我打印出来了吧？我要的是贪官名单啊！这里除了贪官名单，还有那些手上有命案的、欺男霸女的、善用权力报私仇的，冉姐去把他们全收拾喽。怪不得按原书描写，南齐1个月后就遭遇天罚，灾祸连连不断，最后直接灭国了呢。一个朝廷里有上百条蛀虫，天不罚他都没道理。不过老天爷罚他之前，老娘不介意辛苦点，来一波零元采购。哥，你轻一点。活该，谁让你小子手脚不干净，偷了郡主的玉镯？亏得咱郡主善良，只打了你几板就叫停了。知道了，再也不敢了。哥，你轻点。你可闭嘴吧，图个药还这么多话。两人一边说话，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发现周围的人都睡下，才停止了吵闹，立刻回到正题。父皇身体怎么样了？
回主子，圣上服下国师大人开的几副药后已无大碍，只是皇上毒入骨髓，他开的药也只能稳住病情。想要完全康复，必须找到那传说中的凤尾灵芝。属下愚钝，并未找到线索。传说凤尾灵芝虽然不能直接食用，用天玄宗的独门秘法加工后，却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就算是身中绝毒、奄奄一息的人，也能靠它在苟延残喘数十年。世人都以为这味药材早已绝迹，殊不知几年前被南齐灭掉的陈国国君一直珍藏着一颗凤尾灵芝。当时的南齐皇帝得知秦王一举灭掉了数次挑衅南齐的陈国后，他也只是随意挥了挥手，让人把陈国皇帝司库里10几箱的珍宝全都赏给了秦王盛敬海。既然不是为了躲那老妖婆，为什么还要故意让人诬陷您？白白挨了10几板子。想必过了今日，不光是老妖婆的人，就连秦王府的人也会对我放下戒心。毕竟传说中的北陈国七皇子可是个7岁就能舌战群儒的天才少年，又怎么会把他和一个被陷害了还不敢狡辩、硬生生挨了几10板子的蠢笨少年联系在一起呢？最近北陈朝堂形势如何？主子，您还真是料事如神。自从太后开始接手朝政后，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打压其他派系的朝廷官员。我们故意把好几个表面上是您的阵营，其实早就投靠其他皇子的官员暴露了出去。没多久，这些官员全都落了马。要是太后知道自己忙了半天，其实是在替我们清理奸细，不知那张老脸上是不是又会再多长出几条皱纹。行了，等朝堂上的几股势力都争累了，我们再回去清洗残局。此时院外响起逐渐靠近的脚步声，两人当即调整状态。哎呦，招财哥，你轻点，疼死我了！你好好躺着，咱郡主已经查实了，那个玉镯是常武在花园捡到后放进你房间里陷害你的。还有你小子也忒老实了吧，被冤枉了怎么不说出来？这不白白挨了50板。不过你小子可真有福气，遇到郡主这么善良的小主子，特意吩咐我给你拿来这么多赏赐呢，你就放心好了。常武那臭小子已经被打60大板赶出府了，小郡主让你这几天好好养伤，等伤养好了再去轮值。多谢小郡主，多谢张管家，俺能进秦王府，简直就是积了8辈子的福。行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这小郡主人还怪善良的嘞，根本就和传说中的跋扈形象不一样，肯定是有人污蔑她。小郡主善良？不是吗？人家一个郡主错罚了下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她却送给我们100两，这还不算善良？秦王府戒严了。哎呦，秦王作为南齐权势滔天的异姓王，这大晚上的，他的府邸戒严不是很正常吗？听这脚步声，怕是来了上万人马，对方个个脚步沉重，明显是装备齐全的重甲兵。而且今天晚上，秦王府自己的守卫也换成了武功更高强的人，看来今晚要变天了。变天？那我得把您的衣服赶紧收进来了。我说的是朝堂要变天了。您说的是南齐朝堂要变天吧？那没事了。不对啊，南齐变天，我们现在就在南齐啊！哎呦，我的小祖宗哎，我们快跑路吧！几日前，国师便传信于我，说南齐皇帝和国舅像是有了要铲除秦王派系的想法，倒是没想到对方速度这么快，速通知下去，让今晚夜探秦王书房的暗队全都撤回来，让他们时刻关注着朝廷和秦王府的一举一动，只要书房那边生乱，我们立刻前进去偷。我是说，找到传说中的凤尾灵芝，再传一封信回国，让国师务必替我照看好父皇，我定会尽快找到凤尾灵芝。是，主子。小奶宝被陷害，流放蛮荒之地，反手就用空间将整个皇宫搬空。一娃一狗正在国舅府愉快地搞零元购。大夫人收藏了满屋子的玉石，搬走。二姨娘娘家是木材商，屋子里的木材全都价值连城，搬走。这九姨娘居然喜欢偷马夫的鞋袜，这个不收，真晦气。然姐，你的狗蛋宝宝要升级了。软宝此时也感觉丹田处瞬间涌出一股蓬勃的暖。哇塞，我现在操控的火团比以前大了好几倍。当然了，随着你等级的提升，不光是你的体能和异能会增长，空间里蕴含的灵气也会越来越浓郁，甚至在空间里练功的效果也是外面的好几倍。等你升到更高级后，空间里的灵泉水就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了耶！怎么样，你的狗蛋宝宝是不是很厉害？就这，说好的其他异能呢？还有我的武器库怎么还没解锁？哎呀，然姐，可能因为你等级还不够吧，你好好囤货，多升几级就能解锁了。呵呵，废狗蛋，快退下吧。然姐，可不可以换个好听的名字再让人家走？
你主子，我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好好反省下自己的问题吧。有没有好好敲代码？有没有认真给姐争取福利？行啦，下次多给我争取点福利，我就考虑给你换个名字。芜湖，阮姐，你没骗我。当然啦，你和阮姐心连心，阮姐又怎么会骗你？芜湖，为了阮姐的美好生活，狗蛋拼了！你是谁？有贼呀！快抓小偷啊！听到动静的侍卫刚赶过来，就被阮宝抄起九姨娘的臭宝贝，朝几人的头盖了过去。好内心，居然搜集错钱来攻击人！九姨娘看到家徒四壁的屋子和到处乱飞的鞋袜，脸都吓白了。混账！你们怎么办事的？堂堂国舅府，竟让小贼欺负到了头上，还不赶紧点齐侍卫去抓贼？几个护卫顶着满头的鞋袜撒丫子就往外跑。赶紧把你们身上的东西清理干净再出去。有贼啊！国舅府的4大库房都被人搬空了。有鬼啊！厨房全空了，三姨娘给国舅爷做的牛鞭也没了。阮宝升级了过后，对空间的掌握更娴熟了，基本上是靠近一个屋子就能搬空里面的所有东西。阮宝忙活了1个多时辰，终于是搬空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宅邸，于是来到了皇宫附近。这狗皇帝不是成天想着怎么抄秦王府满门吗？那我也把狗皇帝和6宫妃嫔给抄了。什么声音？侍卫听到了动静，立马赶了过来，结果被阮宝的特效迷药直接晕倒。现在可就轮到老娘大展身手了。藏书阁收走，军器库收走，御膳房也统统收走，龙椅收了，御书房收掉。咦，怎么翻遍了整个皇宫都没看见小皇帝？在小说剧情里，明早国舅爷受命抄秦王府的时候一切顺利，后日上朝时才把结果禀明皇上。因为今晚没有小皇帝的戏份，确实没有描写他人在哪里。哎，可惜了，本来还准备给这个害秦王府满门流放的昏君一个深刻纪念呢，看来人家无福消受了。不过我可不能放过你。阮宝将癫痫粉、脑瘫粉、阳痿粉什么的全都不要钱似的一通乱撒。明天有你这狗皇帝好受的喽。现在的时辰差不多，该去搬空2房了。阮宝当即用最快的速度来到了2房的仓库。反正2房明早也会跟着我们一起流放，这些好东西他们以后是用不上了，那老娘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啦。盛明雪的嫁妆收走，二叔去年贪没的1万多两白银，连带着小3、小4送的手帕香囊，小5、小6送的定情肚兜也一起收走。张氏的，咦，他不是二叔，怎么还抱着张氏？婉娘，今晚风哥哥就把你伺候舒舒服服的。讨厌，今晚老爷就在前院，你还敢乱来？他都多少年没来你院子了，难不成今天会转性？别闹了，今天白天盛软软那丫头把我们雪儿的脸烧伤了，下午我去找秦王非要御赐的羽鸡膏，那件人居然不给我。风狼，你不是和禁军统领有一面之缘吗？一会儿他们来查抄大房，你就去把那盒玉鸡膏拿过来。好家伙，这2房是真的乱啊！张氏不仅给二叔戴绿帽，竟然连盛明雪那个京城才女都不是二叔的。这么大的瓜，一个人吃多没意思啊！那不得把二叔和他的狐朋狗友们叫来分享分享。狗蛋开导航，阮宝靠狗蛋导航找到了在暗室内和几个官员密谋大事的盛德海。盛二爷，您不觉得今天秦王府大房那边太过安静了吗？而且据我观察，刚才大房那边还临时换房了，新来的这批护卫明显武功高强许多，您不觉得太巧合了吗？这就是你不懂了。现在留在大房的人，老的老，弱的弱，这大晚上的还能做出啥动静？现在大房的护卫是盛逸晨在管，他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想必就是因为看先前那批侍卫不顺眼了，这才换了人。怎么，你不会以为他一个纨绔子弟能看出国舅爷和齐先生天衣无缝的计划吧？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哄堂大笑，结果下一秒就被阮宝用空间倒出的少水浇在他的头上。二叔密谋陷害小奶宝一家，反手就被小奶宝用空间喂下了一吨少水。谁竟敢擅闯本官密室？夜卫何在？还不快把人抓住！老爷，书房里的东西全没了，连桌椅都不见了，完啦，这把我卖了也不够赔呀！书房那些文书里可写了不少秘密，万一被曝光出去，怕是连带着整个国舅派系的官员都要遭殃。本官的侍卫长长风何在？速调集本官的明卫暗卫，全力捉拿盗贼。老爷，长风是卫长，今晚能休。混账，那就赶紧让常云带人去抓贼。快来人啊！盗贼往东边去了。
众侍卫听令，甲1队跟着黑影追，甲2队、甲3队左右包抄，务必找到盗贼和府上失踪的钱财。阮宝将他们一路引到张氏暖阁去。方郎，别闹了，雪儿如今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做这种事？你根本就没把雪儿的事放心上。我不是答应你会和郑统领说了吗？趁禁军还没来，你陪陪我怎么了？外面怎么那么吵？许是禁军提前来搜查大房了吧？老爷夫人已经睡下了，她今晚有些不舒服，吩咐了谁都不许来打扰。咦，这个浑身少水的人，怎么看上去有点眼熟？跟着盛德海一路追过来的同僚看到这一幕，全都一脸幸灾乐祸的吃着瓜。张氏、长风，你们在干什么？老爷，冤枉啊！是他，是这个不检点的恶婆娘勾引我的。你说什么？长老九，你还有没有良心？当初分明是你闯入我的暖阁，对我好一阵甜言蜜语。够了，你给我闭嘴！来人，把那不检点的狗奴才拖下去，直接杖毙，把这贱人关进祠堂。明日我自会写一封休书，把他送回娘家去。老爷饶命啊！真的是那恶婆娘勾引我的，我是无辜的啊！属下给您当了这么多年的护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您就饶了属下这一次吧，属下保证再也没有下次了。老爷，妾身知道错了，妾身再也不敢了。老爷，求求您不要休了妾身，以后让妾身做什么都行。然而不管他怎么求情，盛德海都是无动于衷。张氏只好破罐子破摔。盛德海，老娘也是你明媒正娶抬进门的，这20几年，老娘就是跟个木头桩子在一起，也能互生感情了。你就只会逢年过节来我房里敷衍了一下。你娶了那么多的小妾，却也才生下3个儿女，你到底行不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自己不行，还不让我堵住他的嘴，快堵住他的嘴！这女人疯了，赶紧堵住他的嘴，拉下去。诸位看热闹看够了吧？我盛家后院不宜有外人踏入，还请诸公移步前院。我们刚才可是为了帮你抓贼，才跟着追进来的。就是为了帮你抓贼，我把几10号暗卫明卫都叫上了，你不感激就算了，还阴阳怪气的。今日的事怕是瞒不住了。传陛下口谕，朕闻有人举报秦王涉嫌行巫蛊之事，诅咒朕宫，此乃大逆不道之罪。特命禁军统领郑继长带领1万禁军前往秦王府邸，搜查一切可能之证据。朕令此事务必严查，不得有误。钦此。随着太监嗓音落下，一队队身披铁甲银盔的禁军当即把偌大的秦王府围了起来。罢了，被偷的那点钱财和搞坏的那点名声又算什么？只要我办好了国舅爷交代的事，照样能升官发财。阮宝清空完王府，刚回到秦王府，便听见了娘亲的呼喊：“母妃，您可是又开始头疼了？快传王府医！”阮宝看到祖母痛苦的挣扎，急忙收迈着小短腿，跑到祖母身边：“祖母抱。”阮宝，你三哥不是去找你了吗？怎么你一个人来了？秦王妃还在疑惑之际，就看到阮宝像个小炮弹似的跳到祖母怀里。阮宝，你祖母现在不太舒服，你别去打扰她，来娘这儿。不嘛，阮宝不要娘亲，要祖母。老王妃几乎用尽了所有精力和疾病做抗争，但看见阮宝粉嫩嫩的小脸后，只好忍着疼痛挤出了一点笑容。原来是阮宝啊，几日不见，我们家小阮宝好像又长高了呢。老王妃怕吓到阮宝，强忍着一浪接一浪的头痛，装作个没事人一样。祖母给你沏糖糖，现在人多眼杂，只能用这种办法骗祖母吃药。祖母不吃，阮宝乖，你自己吃吧。祖母给你沏。老王妃正想说什么，便看见有好几个禁军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瞟了过来，怕引起对方注意，她只好将小孙女手上的糖含进嘴里。然而下一瞬间，老王妃突然感觉好似全身经络都被人打通了一遍，先前的头痛也在慢慢缓解。中毒这么久以来，尝试过无数名医的治疗方法，都没有小孙女给的这颗药那么快的效果。如今浑身上下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舒畅。哎呦，祖母的小乖乖，这糖你从哪里弄来的？祖母借系阮宝自己做的，阮宝还有好多这样的药丸哦。祖母头痛的时候就吃1颗，过不了几个月，您的毒就能被彻底清除啦。你自己做的药丸？老王妃突然感觉这个小孙女有些陌生，但也没觉得一向爱玩的3岁小孙女真的会做药。这药丸应该是由哪个高人给她的，要是被有心人知道小孙女有这等好东西，怕是会给她带来危险。阮宝，不许乱说，你刚才给祖母的就是你最爱的山楂糖，不是什么药丸，知道了吗？知道了。
小奶宝搬空了京城所有的物资，但被举报的理由却是他们一家在诅咒皇上驾崩。据吏部郎中盛德海举报，他近日7年所见秦王第3子在王府宁寿院的西厢房埋藏厌胜之物，你们速速去围住宁寿院。二弟，近半年来你都不曾来看母妃一次。宁寿院和你们二房相隔几十个院子，你是怎么透过重重院门看到我家老三在西厢房下埋了东西？难道做梦看到的？二叔，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孝悌之人啊，又怎会来宁寿院？还恰巧看到我在埋那等东西。满口胡言！我整日忙于朝堂之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这才没顾上来看母妃。至于老三，他有没有做些那等大逆不道之事，也不是你们随意2句话就能蒙混过关的。等一会找到证据，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盛德海直接带着禁军统领匆匆赶往宁寿院。正统领就是这个地方。我前日晚上本准备来看看母妃情况，谁曾想却撞见老三在埋一个个身穿黄衣服的小木偶。我虽是他的二叔，却也知道作为南齐子民当中居爱国，这才忍痛举报了自家子侄。哇！按照计划，只要把证据带回宫中，圣上便能以此为借口判秦王嫡系满门流放。而我作为皇上最信任的大臣之一，肯定少不了赏赐。而且秦王府家大业大，一会抄家的时候，再狠狠捞一笔油水。爸，西厢房墙角空无一物，属下等并未发现圣郎中说的厌胜之物。怎么可能？本官亲眼看见盛义臣把东西埋了下去，岂会有假？你们别只顾着往深了挖，周围附近也找找。回统领，回上郎中，我等并未发现厌胜之物。再挖，也许是本官记错了，他埋的不是西墙角，你们在剩下的3个墙角也找找。眼看挖不出证据，盛德海整个人都有些魔怔。怎么可能？哎，该不会真被我娘说准了？二叔真的是在梦里看到我埋东西的吧？你，禁军统领是在查五谷一案吗？巧了。草民半月前还真见到了二叔说的那种木偶，不过不在祖母的西厢房，而是在二叔的后花园里。你简直就是在污蔑盛义臣！你小子平时玩闹也就算了，在正统领和本官面前，可由不得你满口胡言。满口胡言，二叔，这话我看你说错人了吧？刚才嚷嚷着我私下埋藏厌胜之物，带着禁军来府上搜查，却屁都没找到的可不是我。哎，按南极律法，随意污蔑他人，可是会被打板子的。二叔，你在朝为官，应该比我清楚吧？看来大房是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所以才有了应对之策。够了，盛三公子，这里却不是你该胡闹的地方，速速退下！退下我还怎么报案？听闻正副统领正在查办朝中巫蛊大案，草民盛义臣特来举报自家二叔盛德海私藏厌胜之物。两人怎么都没想到盛三会留有这么一手。怎么只有官员的举报才算举报？我等草民的举报，副统领就视而不见？这么说，年前皇上才提倡的宽厚爱民政策都是废话喽？派一队人速去盛三公子指证的地方搜查。正统领，您怎么能听这纨绔子弟的满口胡言？你给我闭嘴！如今现在没有按计划找到秦王嫡系的把柄，全都是盛德海没办好差事的原因，这可不关我的事。我就说嘛，正统领刚正不阿，是绝不可能包庇罪犯的。不知可否让草民一同前往，也好当个证人。三弟，我陪你同去。哥哥，我也要去，带我去。本宝宝最喜欢看打脸名场面了，这种好事怎么能错过呢？小妹，不许顽皮，快回母亲那里去。没事，既然小妹想看热闹，哥哥这就带你去。几个禁军在二房后花园刚掏没几下，就挖出了10来个裹着黄色布料的木偶。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后花园里？盛义臣，这一定是你设的局，你要陷害我，是你偷偷把这些人偶埋进了我们二房后花园。哼，二叔，你还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这二房成天有上百号隐卫守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密谋什么大事呢。我哪有那等能耐，在这么多隐卫的眼皮子下栽赃你？既然二叔不认罪，不妨让人去查一查。我看这些木头色泽温润，纹理清晰，并不是普通柳木，而是产自景洪镇的景洪木。反正景洪镇也不大，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也瞒不住其他人，只需让人顺着这条线一路追查下去，想必没多久，我们都能知道做这些木偶的到底是谁了。这一查下去，怕是会牵连出许多大人物。要是他们出了事，那我可就彻底完了。够了，此事还有蹊跷。哼，在我大房收出来就是嫌疑，二房收出来就是蹊跷，这是哪门子道理？或者说，正统领就只是单纯想残害忠臣良将，对我秦王一脉妄加罪状，所以别人指控我们才会受理，我们指控别人就是污蔑。
你速去回禀国舅爷，就说本将奉命搜查秦王府，并未在老王妃院子里发现所谓的验圣之物，而是在秦王府2房发现了些东西。是。小奶宝惨遭流放后，众人高兴坏了，却不知家里都已经被搬空的，连只老鼠都不剩了。竟有人敢在天子脚下把本官府邸掏得一干二净，还有没有王法了？老爷，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也不知是哪来的手眼通天的贼人，竟避开了府上侍卫的警戒，把妾的私库都搬空了。还有妾的18台嫁妆，您送给妾的那些金银首饰全没了，那些都是要留给男姐儿陪嫁的呀，这下全没了。闭嘴！老爷不好了，今夜有盗贼闯入府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到了好几批侍卫，几个小队长现在还在昏迷之中。不好了，老爷，府上各个库房全被盗贼搬空了。不只是库房，各个主子的房间、茶室、书房、厨房、花厅也被搬空了。只要是能拿走的东西，全被盗贼拿走了。老爷，还有祠堂下的那个暗室也被人打开搬空了。什么？我所有贵重的东西和文件都在暗室里，哪里的防卫堪比皇宫，竟然都能被盗贼清空了？金无畏呢？让金无畏大将军速带人来我府上。老爷，刚才金无畏来报，京城已有上百家王孙及重臣府邸侍妾，金无畏大将军正在挨家巡查，暂未抽出人手前来。你说什么？禀大人，总统领已带人前往秦王府搜查验圣之物，并未在老王妃院中找到，而是在圣郎中院子里找到了那些东西。圣三公子当中之一皇室存了残害忠良之心，牺牲裹挟10城内力，方圆几里地的人都听得真切，已经有上千百姓围在秦王府附近，要求您给个说法。给说法？我还想要个说法呢。全京城上百家府邸一夜之间全被清空，这绝非等闲势力能办到。想必此刻我南齐京城的守卫在对方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传令下去，调集京都大营20万兵马围住京城各个城门，等候差遣。卓进军副统领杨飞带领剩余5万禁军死守皇宫，务必保障皇上和太后的安危。立刻戒严京城各个街道，禁止百姓在外出走动。卓金无畏大将军协同京兆尹彻查各府邸被盗一案，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逮捕。是。几位被清空家产的官员此时也来到国舅府讨冤去。我已调拨军队把京城围了起来，一日不抓到贼人，京城一日不解禁，那贼人就算是有通天的本事，也绝不可能带着这么多东西离开京城。盗贼的事解决了，现在可就轮到秦王府了。还好我和齐先生留了有后手，这是几天前从边境传来的密报，上面记录了几月前天狼谷一役，秦王胜进海坑杀俘虏，纵容军事间淫掳虐的详细证据，经本官连同大理寺、刑部、御史台3司会审，确认证据确凿。下官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今日全都栽在了圣德海那蠢货的手上，没想到相爷竟然还留了一手，现在瞬间就扳回了局势。都说走一步看一步的是庸才，走一步看3步的是天才，走一步看10步的堪称奇才。相爷如此心思缜密，当真无被楷模。至于那圣德海还有点用，到时候随便别找个替罪羊帮他脱罪了吧。不妥。先前禁军前去秦王府搜查，圣三故意大声嚷嚷，搞得此事人尽皆知。如果此时我们当真替圣德海开脱了罪行，岂不坐实了圣三的那些指控？丞相大人，你不觉得秦王府遭难和全京城被搬空的时间有些太赶巧了吗？要说这2件事之间没有联系，在下是万万不会信的。我们从来不敢小看秦王府的势力，但这次我们还是低估他们了。依在下之见，倒不如顺水推舟，同样判圣加2房流放北疆。到时候相爷你私下和圣德海见一面，让他在流放路上密切观察大房行踪，并以此将功补过。如此既不会在天下人面前落下把柄，又在流放队安插了个任劳任怨的内应，岂不两全其美？齐先生果然大才，鄙人自愧不如。而此时本来还在骂圣一臣胡乱攀摇长辈的圣德海，听到秦王府大房2房流放的命令，直接亚麻呆住了。不可能，那些东西分明就是有人埋在我院子里陷害我的。国舅爷怎么可能给我判罪？我要面见国舅爷，我要面见圣上。圣旨上写的清清楚楚，是丞相大人协同3司会审做出的决定，怎么可能冤枉你？给我老实点，你现在是戴罪之身，没有资格见丞相大人。我要见丞相，我有要事禀报。我知道一个秦王府大房的惊天大秘密，速速让开！我要见丞相。
少动那些歪心思，借这种理由企图接近丞相大人的罪犯，我可见多了。别打了，我谁也不见了。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郎中大人呢，搞清楚自己现在的身份，在下嚷嚷小心爷的辫子。郑继长在秦王府搜索一圈下来，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找到，墙壁地面干净的苍蝇踩上去都要打滑。在禁军清点完人数后，就直接给会武的成年男性全都灌下了化功散，便准备将他们送上了流放之路。而直系亲属们全都被赶出了王府，下人们则待在院内等待之后被官府带走发卖。你怎么还不走？娘，娘没事。娘，我来推祖母吧，您靠在我身上走。没事，娘刚才只是有点累，现在已经缓过来了。娘亲这是成日忧思过度，吃不下东西，今天又太过劳累，这才引发了低血糖。此时官兵都盯着我们，只能等一会守卫松懈下来，再想办法给娘亲喂药了。阿义，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护好你妹妹。我知道，放心吧，娘亲。哪怕城里现在都乱成了一团糟，可国舅为了彻底搞臭秦王府的名声，还是没有取消流犯绕城3圈的惯例。大雪飘落，阮宝只能暗中运行火系异能，让周围的空气升温，身边的家人也能好受些。经据实查明，罪陈胜近海，罪行有8：一曰坑杀俘虏而领军征伐，进行坑杀之暴行，残忍无当，丧尽天良；二曰奸淫掳掠而长军政，尽纵容不取，奸淫妇女，掳掠民财，天理难容；三曰德行有亏。太监奸细的声音传遍京城大街小巷，一道道子虚乌有的罪状传入耳中，就像是一块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秦王妃的心上。怪不得骁勇善战的夫君和小武会在半月前一个坠马重伤，一个坠崖失踪。原来这一切都是皇上和国舅精心设计的局罢了。坑杀俘虏，奸淫怒虐，可笑之极，谁都看得出来，全都是兔死狗烹的把戏而已。我的夫君和儿子兢兢业业保家卫国，为了守护萧家人的江山，更是多次重伤，险些丧命，却没想到从未质疑过的南齐皇室，却是最想要我们命的人。秦王妃悲愤交加，多日郁结瞬间爆发，最终倒了下去。娘亲，臭娘们，还敢对老子装晕，赶紧爬起来继续走。阮宝直接往秦王妃口中塞了粒药丸，他隐约觉得小女儿刚才喂给自己吃的东西好像有些神奇之处，让她长期郁结的经络都舒畅了许多。娘亲，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娘亲刚才只是想起了你们的爹，娘已经没事了，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担心了。现在平复了下心情，秦王妃已经想通了很多事。我不能整日沉浸在悲伤情绪里，这样只会给孩子们拖后腿，之后的流放之路想必凶多吉少。我必须振作起来，保护好孩子们，等到和夫君还有老五会合的那一天。阿贵，醒醒，怎么突然就中风了？他身体不是健康的很吗？这是天冷被冻的了。这些官兵并不知道真相，但阮宝却看得清楚，这是有人飞石相救。书中并未记载有被神秘人救的桥段啊，难道是我因为我的穿越改变了原书剧情？而这个救娘亲的神秘人又是谁？游行队伍正在绕城第3圈，就这样离开，总感觉有点便宜他们了。要不烧个皇宫助助兴，说干就干，等出了城门就先从冷宫开始烧。流放队继续缓慢前行，朝着城门的方向走去。不是，主子，您为什么要救秦王妃啊？秦王赤胆忠心，文武全才，从军多年，更是一手造就了无数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盛家大房被构陷流放，本就是昏君奸臣所为，我们能帮便帮点吧。这个秦王府还真是不简单，我们派出去的几批暗卫全都失利了。秦王府不仅明面上的几个库房空了，所有的暗室也全被扫荡了个干净。什么空了？怎么可能？我们在秦王府卧底1个多月都没能靠近书房种地，怎么可能有人一夜之间把各个密室清空了？是啊，怎么可能有外人把秦王府一夜搬空呢？当然是有人监守自盗了。监守自盗？您的意思是秦王府库房和密室里的那些东西全是他们自己人搬空的？这么说来，今晚全京城失窃也全是秦王府的人搬空的？不对呀，今晚天一黑，全京城就戒严了，怎么可能有人眨眼之间就能搬空全京城？这人难道会变戏法不成？
这秦王府还真是卧虎藏龙，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呢。老妖婆的神隐卫应该也快找到南齐京城来了，让玄霄带一队人马护送我的替身一路往南，你带着剩下的人马和我一路北上。我们不找南齐皇室私下和北辰太后结盟的证据了吗？整个京城都是空的，那国舅府还能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跟着流放队北上，因为国舅的那些书信在盛家人手里。可不止书信呢。盛家人游行到城门时，门口排满了一堆堆的人给他们送行。三公子，这是我家姑娘给您准备的盘缠。她说您看完后自会明白她的心意。三公子，我家姑娘听闻您获罪后便晕厥了过去，刚醒来便催促着让奴婢来送盘缠。她说请您万万保重，后会有期。我家小姐素来仰慕大公子才名，得知公子获罪，特命奴婢给您送了些糕点，一点心意，不成敬意。短短一盏茶的功夫，盛家大房几人面前就堆满了小山坡似的各种包袱。按照原书剧情，京城天一亮就解禁了。当时来给三哥和大哥送东西的脑残粉更多，流放路艰难无比。这些东西对现在的盛家大房来说可谓弥足珍贵。两个哥哥真诚地向对方一一道谢，又从里面抽了20两银子来孝敬钗头，这才被允许一次性携带这么多家当。妹妹，你瞧瞧，流放也没那么苦吗？只要我们全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在哪里都能过得快活。细达，哥哥，给你看看更快活的啊！虾卡拉卡。阮宝一家流放蛮荒之地，反手就用金坚把皇宫烧毁，让狗皇帝无处可去。小妹，这些是你干的？细鸭，细软宝给你们准备的惊喜哦。是挺好看的，但是烧的这个位置好像是冷宫，起不了啥作用啊。照我说，你就该把议事殿烧了，让那些尸位素餐的狗官今天顶着大雪上朝。皇宫议事殿是那么好烧的吗？哎呦，妹妹你轻点，你哥我还靠这张俊脸吃饭呢。瞧，要不是你哥我才貌出众，我们这一路流放，指不定要吃多少苦呢。臭小子，你是不是又欺负你妹妹了？娘，我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小妹可是神仙弟子啊，小仙姑不欺负我就不错了。臭小子，你没欺负阮宝，那他打你做什么？再让我看到你妹妹嘟嘴，别怪我削你。是，娘，我再不敢了。别说话了，赶紧上路了。怎么回事？这也不是什么节气啊，怎么这么亮？哎呀，那些大人物干的荒唐事还不少嘛，尤其是小皇帝，听说为了博美人一笑，竟不惜把自己扮成乞丐，只为讨家人欢心。瞧这场面，说不定又是哪位在变着花样的寻欢作乐呢？别说了，你们不要命了！哎，真是流年不利，南齐境内已经一连下了半月的大雪，寒流4年，民不聊生。现在皇宫又被烧了。古语常说，国君无道，天降灾难。哎，不说了，国家之事，岂是我们平头百姓能议论的？时间回到1刻钟前，爱妃今日可开心？要是能摘下来1颗星星给臣妾就好了。朕爱你之心，天地可见，就是帮你摘1颗星星又何妨？您不是在糊弄臣妾？呵，朕怎么会骗你？你等着，朕这就摘1颗给你看。小皇帝喝得晕头转向，站都站不稳，却还要在悬崖上跳来跳去。此时的昭贵妃正准备一伸手把他推下去，却看到了远处的爆炸声。哟，这是谁家失火了？哈哈哈，烟火映红半座城，当真壮观的很呐！小顺子去问问这是谁家府邸，给他说朕把他家院子包了。皇上，您稍后片刻，奴婢这就遣人去问清楚，那是谁家府邸？哈哈哈！秦王府中人此时想必都已经上路了吧？今日简直是双喜临门，既除了朕的心头大患，又与爱妃共同见证了烟火染半城的奇景。您和国舅也准备了1个月的计划，当然能顺利进行。皇上乃一国之君，掌管南齐万千子民的生杀大权，区一个秦王府又算得了什么？哈哈哈！朕就知道，只有爱妃最理解朕。皇上不好了！京城传来消息，皇宫失火了。皇宫失火？是宫中传来消息，秋鹿宫今夜突然起火，也不知怎的，秋鹿宫附近几个水井里的水泉没了，工人们只好从别的地方运水来救，这才耽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如今火势怕是已经快蔓延到太后居住的慈宁宫了。一群吃干饭的混账东西！秋鹿宫烧到慈宁宫，这一路得烧坏多少极品盆栽草木？就连朕才给昭儿建的几处假山景观也在那附近，如今岂不是全被波及了？小皇帝完全忽略了他老娘的安危，只想着自己的宝贝们都被损坏了。
皇上，今日宫中失窃，不光是您的假山盆栽被小偷盗走了，就连个宫娘娘养的猫狗鱼鸟，仓库里的柴米油盐，太医院里的各类药材，军器库里的刀剑武器，还有您收藏的各类字画、珠宝、摆件，也全都没了。不只是皇宫，京城内上百家府邸也同样遭到了洗劫，如今全城戒严。太后召您速速回宫，有要事商议。什么？你说什么？上百家府邸一夜被搬空，这是人能干的事情？偷了朕的东西，还敢如此侮辱朕！随即不知从哪喷射出的白色粉末，直接呼了小皇帝一脸。这都什么鬼？大胆贼人，气煞朕也！天杀的狗贼，朕与汝不共戴天！忽然皇上眼前一黑，便直挺挺的倒了下去。不好了，皇上晕倒了，是那些粉末有毒，快传太医救驾！就在满京慌乱的情况下，另一边的流放队已经找到一处避风的山谷，开始发起了今天的午餐。整个流放队上百来号人，除了押送的官差外，大多都是文弱书生和老弱妇孺。许是因为出发前盛一臣给岔头李飞虎塞了20两银子的原因，能吃到免费的白面馒头，而其他人这是吃硬邦邦的黑面馒头。阮宝趁大家不注意，从空间里拿出些牛肉。娘亲、妻、祖母、哥哥、云锦，给你蒙妻。大包袱里的东西又杂又多，突然搜到块牛肉，众人也没起疑。乖，我们吃这些馒头就够了，这些肉先留着，等晚上到了个落脚的地方，娘给阮宝熬牛肉粥喝。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牛肉怕是吃一顿少一顿了。他们大人忍忍饿无所谓，阮宝却是在长身体的年纪，不能挨饿，有什么东西都得给阮宝留着。现在周围的人太多，不方便说什么。看来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光要想办法给哥哥治病，还得适当透露点异能给娘亲知道了，不然只顾着把好东西留给我，自己什么都不舍得吃。凭什么盛家大房可以吃免费的白面馒头，还能坐在最里面的避风处，我们就只能吃黑面馒头，坐在外面被大风吹？我们也是盛家人，也应该享受和大房一样的待遇。阮宝一家流放蛮荒之地，吃香喝辣，仇家却忍饥挨冻，只有发霉馒头吃。都说长嫂如母，李珍怡，你这个长嫂就是这么当的，自己在里面吃香喝辣，让我们在外面忍饥挨冻。还有你盛一臣，包袱里那么多东西，只知道喂给阮宝那丫头片子，不知道拿来孝敬长辈。他一个小鬼头又不需要赶路，给他2口汤，不让他饿死就行了，哪里需要吃这么好的东西？赶快把你包袱里的东西分些给我，省得别人骂你不孝不敬，不仁不义。盛德海直接骂起了阮宝，让众人忍无可忍，正准备出去教训他。你还没完没了，老子想诱待谁就诱待谁，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就你也配指责大房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个老东西，一路上都在骂大房的人，还说什么污蔑三少爷不尊老，害你们二房被流放，人家没理你，都算人家仁慈。老子要是盛家大房的人，早抽你了。就你这种德行，还想让人家分吃的给你？官爷，我错了，官爷饶命啊！我再不敢了。哼，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咱流放队里的规矩，违反秩序者鞭笞20，不想挨打，拿银子来赎。以前跟着盛德海的这些人，全都纷纷算计着如何自保，哪怕还有人藏了私房钱，也没一个人愿意出钱赎他。身为正房的张氏，坐得离他们更远。本来昨晚被撞破偷情，要被休回家，张氏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跌入谷底了。谁知要被判流放后，盛德海竟说给休书是便宜了他，死活都不肯休了他，害得他只能跟着这一大家子流放。哎呦，官爷求求你，求求您！刘明知道盛德海拿不出银子，结结实实的抽了20鞭子，这才收手。哼，活该！按照原书剧情，押解流放队的差头李飞虎确实是个比较正直的人，从头到尾都没有为难过盛家大房的人。但这个叫刘明的副差头，应该是因为我的出现改变剧情后多出来的人物。他看似是在为大房出头，实则是想让我们引起公愤，让所有流犯都成为盛家大房的敌人。不过二叔是替国舅来监视我们的，那这个刘明又是谁安排进来的？老夫人、大夫人，2位少爷，我素来仰望秦王威名，这才总忍不住想帮衬你们1、2。你们走了这一路也累了吧？正巧我们有辆驴车，一会儿赶路时，你们一家人便轮流坐上去歇会儿。不敢当，我等如今已是阶下囚，哪里配让官员爷如此重视？你以后还是莫要叫我们夫人少爷的了，免得遭了旁人笑话。大夫人说的哪里话？
大老爷昔日纵横疆场，战神的名号在南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必此次大老爷获罪也是有苦衷的。我身为南齐子民，理应为昔日战神的家眷做些分内事，您大可不必介怀。官员，家父之罪乃圣上御笔亲书，我等私下胡乱议论，恐获口舌之罪。官爷仁慈，我圣家却自知不配，不敢领受您的恩泽。按南齐律，流犯擅自乘坐官府拉运物资的车辆，罚鞭笞30；所涉官差犯玩忽职守之罪，罚鞭笞20，官降1级。我等如今已是流犯，被鞭笞倒也没什么，却万不敢因为我等的缘故连累了官爷。这韩愈居然连流犯能不能坐驴车的芝麻小事也这么清楚，在这流放队里还没人能越过我去。我想关照谁就关照谁，我倒要看看谁敢把这事说出去。早听闻韩愈公子才冠天下，今日一见，果然非虚，当真是那什么，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好，既然公子执意与其他流犯同行，我也就不勉强了。那便多谢大人了。盛德海听见他们的对话，看见刘明出来后，立马上去套近乎。刘官爷，我是盛静海的亲弟弟啊！您刚才不是说敬佩盛静海，这才照顾盛家人的吗？他们大房的人不识好歹，不肯坐您好意提供的驴车，我愿意坐啊。正巧我如今腿脚受伤，行动不便，您看。哎呦，官爷饶命！刘明因为刚才热脸贴冷屁股，本就憋了一肚子的气，现在刚好有人上来坐，更是把气全都撒在了盛德海身上。官爷，我真是盛静海的亲弟啊！您要是不信，可以去问问盛家大房那几个。哎呦，别打了！老子知道你是臭名昭著的盛家搅屎棍，早年间仗着是盛家大老爷的庶出弟弟，在京城里骗吃骗喝，无所事事。后来还是大老爷用军功向皇上给你讨了个恩印，这才让你有机会一路爬到了礼部郎中的位置。盛家鼎盛时对你已是仁至义尽，现在一倒下，你见不得他们好也就算了，还一路上不停诅咒人家，坑蒙拐骗上瘾了，想来老子这里占便宜是吧？官爷，小的再不敢了。老子这辈子最讨厌不顾人伦、没有礼义廉耻的人。再让老子听到你胡乱编排自家兄长及其家眷，别怪我手上鞭子不客气。是，官爷再也不说了。德海兄，你就少说2句吧，明眼人谁都能看出来，那刘差头的心都偏到人家哥之窝了。呵，这秦王还真是有野心，也难怪圣上会下旨流放秦王府满门了。照这么说来，秦王以前的那些传奇战绩，说不定也是他们编出来收拢民心的呢。是，小声点，连差头都是盛静海的人，你还敢当众说他的坏话？不远处的刘明把这些人的议论听了得一清二楚，却装作没听到。等大房被众人排挤，就可以进行计划了。奶宝带着满京城物资在流放路上吃香喝辣，仇家却只能吃血止渴，吃发霉馒头抵饿。流放路上，盛家人因为差头的特殊优待，遭到众人排挤，掉落到队伍的最后。这不想瞌睡，正好有人送枕头嘛，正好方便搞小动作。其他人想喝水，只能吃路边积雪，而大房的水囊里却灌满了灵泉水。几人是越喝越精神，越喝体力越充沛。阮宝偷偷把有阻碍的大石头直接收进空间，遇到坑坑洼洼的地面，再用之前收的石头把路面填平。而盛德海就惨了，一早上连续行走10几里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加上他身上的鞭伤，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刮皮剔骨一般的剧痛。一直远离他们的张氏母女也没好到哪里去。这2人以前在秦王府过惯了好日子，近几年走过的路加起来都没今天走得多，但只要走得慢一点，就会被附近的官差抽上嘴鞭子。你那么抱着，阮宝睡不踏实，给我抱吧。机会来啦，正好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毒，能让明明武功高强的大哥瘫痪数年。把小妹交给你个武功进废，双腿瘫痪的病秧子，一会要是来个雪崩，或者遇上盗匪，你自己没了倒是不打紧，阮宝跟着你，岂不是要倒大霉？二弟，难道你忘了云锦也？赶紧把阮宝拿给老大抱着，他在老大怀里能平躺着睡，更舒服些，也更安全些。当时盛家成年男丁全被灌下了化功散，却没人注意。云锦姐姐一个弱智女流，其实也跟着大哥学了一手好武艺。你抱仔细些，阮宝要是少根头发，小心娘抽你。阮宝躺在大哥怀里，偷偷把小胖手搭在腕脉上，继续假装熟睡。居然又是子夜幽兰，而且这情况比祖母的复杂多了。大哥应是3年前被人种下的毒。大哥从小跟着父亲习武，有深厚内力的加持，这才把毒素全逼到了双腿上。大哥的双腿长期筋脉堵塞，即使毒解了，也还是不能正常行走。
只能先慢慢化解他体内剧毒，之后再施针一段时日，疏通腿部各个经络，才能给大哥一双健全的大长腿了。这背后暴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让的阮宝忍不住陷入了沉思。按原书描写，紫叶幽兰属于那种有钱也买不了的奇毒，就连南齐皇室手上也没有这种只存在于传说里的东西，对方却如此大手笔，直接拿出2朵来祸害盛家人，可见对方不仅实力非常强大，对盛家人也是恨到了骨子里。我记得秦王一家在书里就是群联作者都懒得费笔墨的炮灰，只是在前半段草草提了几句。南齐小皇帝残害忠良，导致秦王一家嘎在了艰苦的流放路上。现在想来，爹爹和5个哥哥都有勇有谋，光凭狗皇帝和国舅爷根本没办法在1个月内让爹爹和5哥重伤，而且紧接着又判了秦王府满门流放。看来除了南齐皇室外，一定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一手酿成了秦王府满门流放惨嘎的后果。想到这，阮宝心里不由泛上一股恶寒，有一种被一只阴险的蝙蝠盯上了的感觉。这么不喜欢见光是吧？等着，阮姐马上送你下18层地狱，让你丫的这辈子都没机会见光。阮宝生着气，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沉睡。流放队继续往北赶路。什么？只剩一间空屋子了？我们不是早就派人前来通报登记了吗？你们怎么没给我们留足够的房间？哎呦，官爷，今年入冬，南齐境内就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雪，如今各地可以说是灾荒不断，再加上不久前北陈国又和我们在边境上发生了些小摩擦，这才导致从各地赶往京城送信的官差络绎不绝。毕竟人家都是办正事的嘛，我们这才把房间全都先让给了他们。李飞虎和一族互相拉扯了好一阵，这才让对方想办法给流放队匀出了2个大通铺，而同行的100来号流犯全被赶进了又脏又臭的马圈。刘明擅自做主，把剩下很小的通铺留给了盛家大房众人，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但几人又不得不接受。通铺的条件虽然比柴房和马厩好了许多，却也是又脏又乱，到处是污垢。盛一晨得了官差允许，进附近的林子里抓野兔去了，其他人则是在收拾通铺。现在正是给家人透露空间的最好机会。杨亲，阮宝要用这个小褥子铺床。好，娘一会儿就给你铺床。我们阮宝真乖，这么小就知道帮娘亲干活了。杨亲，这件大一些的棉袄给祖母穿，这件给娘亲穿，这件给云锦姐姐穿，还有这通铺下面垫的干草都生霉啦。阮宝要换成这种新大干草。阮宝，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当然是阮宝编出来的呀。阮宝小手一挥，转瞬便多出了3大捆比他自己还高些的干草树来。阮宝，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晚上有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杨亲，阮宝真大没事。昨天落水后，阮宝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有个神仙姐姐收了阮宝做徒弟，还教了阮宝这些法术。阮宝给家里人展示空间能力，把刚才从空间拿出来的东西收了回去。小胖手再一挥，又把刚才消失的东西丢了出来。大家把这些棉袄穿在里面，就不会被官差发现啦。我们把房间里又烂又臭的干草被褥也换成新的，明天走之前，阮宝再把它们换回来就行了。众人还没在空间的震惊中缓过来，你们倒也不必如此震惊。自有史书记载以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1、2个得到机缘，可以获得超常能力的人。如今的北辰七殿下便是出了名的少年早慧，3岁能出口成章，7岁能舌战群儒，如今年仅10岁，便料事如神，在北辰朝堂之上已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妹妹能被神仙收做弟子，是她的大造化，天机不可泄露。妹妹信任我们，才将此天机告诉我们。如果被有心人知晓此事，定会给小妹带来灾难，所以我们绝不能对外说出一个字。此话一出，屋内几人的脸色都得凝重起来。和迷信的古代人打交道就是省事儿，都不用我找借口了。能得神仙收做弟子，是阮宝几世修来的福报。你们几个都给我管好自己的嘴巴，谁要是敢往外说一个字，我定不轻饶。哎呦，阮宝，快把这些东西收回去，娘就当什么都没看见。你不用这点法术，咱家几口人也不至于被恶洗。只要你平安在身边长大就成了。这些和小妹什么关系？不都是老三那群红粉知己送的吗？你说是吧，云锦？
奴婢亲眼所见，这些东西全都是京中爱慕三少爷的姑娘小姐们送的。奴婢对天发誓，云锦但凡往外乱说一个字，必招天打雷劈，五雷轰顶。古人十分相信诺言，云锦如此指天发誓，可见他对盛家人绝无二心。你本也出生于簪缨世家，家中遭难后被玉儿救了一命，这才一直跟随于他。本来你也不是我们盛家的下人，以后也不用再以奴婢自居了。奴婢不敢。大公子是云锦的救命恩人，云锦指望此生为奴为婢，伺候大公子左右，别的再不敢奢求。云锦姐姐，快起来吧，地上凉。阮宝奶声奶气的声音打破了屋内有些凝滞的氛围。娘亲，大哥，云锦，快出来接东西，今晚咱家吃大餐喽！居然弄了这么多食物啊！就劳烦娘亲处理一下了。阮宝，快看哥哥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这么多的瓜子花生啊！嘿嘿，这些都是哥哥刚才在一个小树洞里发现的。哥呀，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是一个松鼠窝呀？三哥最好啦，阮宝稀饭你，三哥你也吃。你吃，哥不饿。哼，三哥骗阮宝。阮宝快吃，哥哥真的。好了，哥哥就吃一个，剩下的你自己吃，我还要去帮着娘亲他们烧火做饭呢。李真一给阮宝这个小娃和老秦王妃熬了野菜鸡丝粥，阮宝蹲在火堆边吃着花生，时不时就往烤肉上撒一点味道不太明显的调味料。没多久，就有一股穿透力极强的香味从他们所处的那个角落四散开去。哎呦，我就说怎么满院子飘着肉香呢？先前听下面的人来说，三少爷一口气抓了2只野鸡和3只野兔，我还不信呢。现在一看，才知传言非虚，果然虎父无犬子，有盛大老爷那等英雄人物珠玉在前，三少爷也定然不凡。刘明一上来就满嘴跑彩虹屁，说着便自来熟地拿出一坛酒和一大碟卤肉放在桌子上。酒是我自己珍藏的，肉是下面的人做好孝敬我的，我闻着香就想一起拿给你们尝尝。直觉告诉他们，刘明送来的这些吃食并不简单，但此时想拒绝或是不吃，恐怕也是难事。呵，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见盛家众人都有要拒绝的意思，刘明立马装作一副不高兴的模样。咱们之后还要相伴上千里路，肯定少不了要互相照应的时候，你们还和我客气什么？哎呦，官爷，您简直太客气了。自古以来便是官民有别，只有我们送东西给您的份，哪有您送酒肉给我们吃的道理？这些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什么官不官，民不民的，我刘明为人向来豪迈，只要是能聊得来的，都是我朋友。你看看，我们刚好也在附近架了个火堆，我们几个正好和三公子把酒言欢。盛一晨在京城扮演纨绔这些年，早见惯了无数各怀心思的妖魔鬼怪，轻易便把这3个人的心思猜了个8、9不离10。不是我不想和您喝酒啊，只是南齐律法明令禁止官差和流犯在流放路上喝酒，要是被有心人举报了，我被打板子倒没什么，误了官爷的前途就不好了。哼，让你喝就喝，在那唧唧歪歪的干什么？怎么，你是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哎呦，您这说的什么话？我哪里敢！两人在那假笑着打太极，在一旁的阮宝仔细嗅了嗅刘明带来的2样东西，却不由皱紧了小眉头。这酒没问题，卤肉也没问题，但要是2样东西合起来，那可就有大问题了。这酒加了沙木根，沙木根单食无毒，但与紫苏子同时却会产生剧毒，而这盘卤肉里正好加了许多紫苏子来调味。不对呀，我们这里唯一能喝酒的也就是三哥了，这场鸿门宴却需要又吃肉又喝酒才能中招。难不成对方的目标只是三哥，直接忽略了我们这些老弱妇孺？没想到这碗酒是脏的。坐在火堆旁的小奶宝还没反应过来，就吸进去了一鼻子的浓浓酒气。官差在流放路上对阮宝百般讨好，却只是为了谋害阮宝而做的铺垫。只要我们吸入带有沙木根的酒液蒸汽，再让我们吃下放了紫苏子的卤肉，岂不就神不知鬼不觉的让我们消失了？如此缜密的计划，绝不是刘明这个小官差自己能想出来的，看来他的背后还藏着个高人呢。不过想欺负我们可没那么容易，身为新时代好宝宝，可不兴浪费食物，那就只能悄悄把东西物归原主，让刘明和他的小跟班自产自销了。哥哥，那盘卤肉里被加了料，不能和刘明的那坛酒一起吃，但是没关系，阮宝这就把他们自己吃的那盘肉换过来。自家小妹一口便道破了其中关键，盛玉涵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呢，便感觉眨眼之间，面前那盘牛肉已经和先前那盘不太一样了。小妹真的眨眼间就把两边的卤肉对调了，
盛玉涵现在是越来越相信自家小妹就是神仙弟子了。没想到那个仙女姐姐不仅教给了小妹这么多匪夷所思的法术，还教了如此高明的医术，只是闻一闻就能判断出面前的东西有没有毒。哎，你们都别只顾着吃自己的烤肉啊，都来尝尝这卤肉，香得很咧。11小姐才3岁就得忍受长途跋涉之苦，如今看上去都瘦了一圈，怎么也得多吃几块肉补补啊。官爷抱歉，我妹妹怕生，我来喂她吃吧。趁刘明不注意，盛玉涵急忙给盛家众人使了个眼色，大家这才放下心来，若无其事地夹起盘子里的卤肉吃了起来。刘明见盛家人终于吃起了自己拿来的卤肉，一颗心这才放回了肚子里。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绝对活不过今晚了。痛快，我就喜欢和三公子这样的痛快人交朋友。来来来，吃肉，你们全都多吃点。这盘卤肉拿过来，就是想让你们分食干净的。官爷，您也吃呀，这么多肉，我们可吃不完。我不吃这个，我们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这些肉全都是给你们的。你们今天吃不完也用纸包收着，明天路上饿了再吃。刘明说着，便跑到小跟班的桌子里，也给自己夹了一大碗肉，不顾形象的吃了起来，看上去还真像是一副全心全意为了盛家人考虑的模样。你们自己吃吧，我们给自己留的肉也多得很，根本吃不完。我们刘哥向来仰慕盛家做二郎，听闻盛家走访大难，简直痛心不已，所以今晚不吃完这些酒肉，谁都不许走哈。两人一唱一和的在那耍酒疯。三个官差见盛家人全都毫无顾忌的吃着他们送去的卤肉，对他们来说，盛家众人此时已经和喜人没什么区别了。来来来，盛三郎，相逢即是缘分，我们俩干了这碗酒。是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们与三郎就是那一见如故的缘分。来来来，再与我一口闷了这碗酒。咱也没几个哥哥那么有文化，咱就知道酒后见真情。三郎，咱俩今夜不醉不归。你明天要是起不来床，咱让人背你上路都成。盛一晨得了大哥眼色，也全都来者不拒，甚至开始反向劝起酒来。对，都说感情深一口闷，这碗我干了，你们随意。赵官爷，您在那养鱼呢？喝了半天才喝半碗酒，赶紧干了，我再给您倒上。刘官爷，今晚的寒风也得劲儿，再让我们敬着西北风一碗酒。为了劝盛一晨多喝点，他们自己却不知不觉喝得更多。三个官差在心里把算盘打得啪啪作响，殊不知在阮宝的眼里，他们也和喜人没什么区别了。老大，您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头晕。刘明看到他们带来的酒跟肉都吃得差不多了，心想着任务终于完成了，哈哈哈！今日当真痛快，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有缘千里来相逢。来，三郎，我们把剩下这点酒直接干了。谁能想到我盛三如今落魄至此，还能遇到几位官爷这样的交心朋友？这碗酒我敬几位官爷，明天我再去打点野味来，咱们晚上继续喝。哈哈哈！三郎说的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喝。我们几个明天搞庆功宴，确实还能喝。不过你这狂妄小子，明天却是喝不上酒了。酒桌散场后，阮宝没一会便睡着了，直到半夜偷偷爬起来，因为他们喝酒时，阮宝偷偷给刘明放了一些解药，就是为了半夜去审讯他。现在刘明正处于半打不活的状态，正适合前去问出幕后黑手。阮宝轻手轻脚下了床，却看见三哥正直挺挺地坐着调息打坐，脸色惨白如纸，眉头紧锁，额角青筋直跳，像是在忍受着十分剧烈的痛苦一样。自己睡前不是悄悄给三哥喝了醒酒汤吗？他不需要再运功把酒液排出体内呀。不对，三哥不是在流放前喝下了化功散吗？他哪来的内力？盛一晨，你在干什么？你不要命了？竟然把化功散封在了自己的几处关键穴位上，现在还想硬生生的把化功散排出体内。化功散的作用本来就是为了消解习武之人的内力，盛一晨竟然还不知喜活的直接用自身内力和化功散硬碰硬，就算把一部分化功散逼出体内，也会给自己的身体留下不可挽回的伤害，下半辈子大概率也只能把补药和灵泉水当饭吃了。眼前这个男人正在用自己50年的寿命换取武功，只为能保护好如今正在流放的家人。盛一晨，快给我停下来！内力没了还可以再练，我们一家子现在也还有自保的能力，犯不着让你用寿命换回武功。阮宝乖，哥哥没事，哥哥在练功呢，我们明天还要赶路，你抓紧时间多睡会儿。练你大爷！盛一晨，我让你住手，听到没有？自古以来，
化功伞总让习武之人闻风丧胆，无非就是因为这玩意儿药效贼快，服用者往往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就已经身焦体软，一身功力全无了。既然盛一晨不知用什么旁门左道，已经把化功伞像毒素锁在了几处不重要的经脉之上，那我是不是也能用清除普通毒素的方法，直接把化功伞当成毒素一样清除体内？阮宝想到就做，直接从空间里取出10来个药瓶和自己常用的银针。三哥，快停下来，我有更好的办法。盛一晨奋力抵抗着从五脏六腑传来的剧烈疼痛，光是忍着不叫出声来，就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阮宝往他嘴里塞了10几种药丸，顺着这水把药全都吞下去。盛一晨下意识照做，阮宝小手一挥，数道银针瞬间从衣袖飞出，刺入他周身几处大穴。盛一晨再次运转内力，果然发现一直在侵蚀自己内力的那股强大力量竟然小了不少。嘿嘿，我妹妹真厉害。看来这办法确实有用，我刚才已经替你把大部分化功伞逼出体内了，只需要再施针几次，把余毒清理干净就行了。哼，我警告你，你再这么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看我下次怎么收拾你。知道了，哥哥再也不敢了。妹妹，你这大半夜的起来是要去哪？呵，都虚成这样了，还问东问西的，歇着吧你。此时2个小跟班已是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唯独刘明因为被阮宝悄悄喂了点解药，此时看上去和正常人没有太大区别。这里人多眼杂，得让他自己出来。阮宝一根银针飞出，转瞬刺入刘明下腹处，果然没多久，他就感觉下腹胀痛，跌跌撞撞的爬起来去解手。11小姐，你没有？怎么我没有答？你很惊讶？这个女娃娃才3岁吧？怎么说话条理如此清晰？打破我的计划，那你给我去地府吧！我怎么动不了了？不准叫！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要是敢弄出动静惊动旁人，你就可以下地府了。我说我什么都说。11小姐，如果我老实交代，您可否放了我一马？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讲清楚，我就考虑放过你。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早流放队休息的时候，有个黑衣人找上了我，他还给了我2坛酒和一大袋卤料，让我们想办法让你们同时服下这些东西。他许诺我们事成后赏我们500两白银，还能把我们调到京城一个贵人手下办事。11小姐，我们也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真正想害您的是那个京中的贵人啊！您要报仇的话，去找他呀。虽然那黑衣人并未透露贵人的身份，但他给了我们1块玉佩做定金，那玉佩如今就揣在我怀里，您拿去瞧瞧，一定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背后想害盛家大房的人。刘明感觉那麻木的感觉已经离心口不远了，结果下一瞬，原本还在他怀里的玉佩，转瞬便落到了阮宝的小手中。这谁家3岁小孩不仅有成年人的智商，还会这么高深的武功啊！姑奶奶，我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了，您说好的要放过我一马的。是啊，我答应了你的，要放你一马呢，你去吧。哎呦，谢谢姑奶奶，您的大恩大德，小的没齿难忘。明天一定要告诉那黑衣人，盛家最可怕的根本就不是盛三郎，而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奶娃。如意算盘还没打完，就感觉心口处传来一阵剧烈的抽痛。你骗人！没有骗你，你本就中了酒里的毒，要在浑浑噩噩中痛苦挣扎几个时辰，才能去阎王殿报道。我现在就让你先行一步，怎么不算是再放你一马呢？这玉佩品相极其普通，一看便知是在街上随便买的。那黑衣人这么神秘，又怎么会给你们留下把柄呢？阮宝搜查刘明身上的物品时，却发现了一个金纽扣。这竟然是暗龙卫的标志。暗龙卫虽然是皇家隐卫，却不归小皇帝管，而是如今的南齐皇太后掌管。也就是说，让人收买刘明来害我们的，很有可能是太后那个老妖婆。可南齐国舅爷不是太后的表哥吗？而且据原书描写，这2人还有点暧昧关系在里面。关系这么好的2个人，做决定前都不先互相通个气儿的。很明显，何国就把二叔放进流放队，就是为了监视我们的，看能不能再找出些秦王残余势力，然后再对我们一网打尽。
太后却多此一举的又派来一个人，要直接对我们下手，这不就等于是变相坏了何国舅的计划？看来这两人关系也没有那么好吗？这奇葩无比的南齐皇室，以后怕是有的好戏看喽。阮宝小手往空中一挥，把来过的痕迹消除，便继续回去睡觉了。这不是那个流放队的副官差刘明吗？怎么嘎在了这里？怪可怜见的，这身体都已经冻硬了，怕是昨晚就已经没了。你们快看看，王二和赵武是不是没呼吸了？奶奶的，快让人去找就近的郎中来。不好了，头，刘明、王二和赵武好像已经没了。消息很快便传了开去，没多久，驿站里的异族便控制住了现场，紧接着便有附近县衙里的捕快和仵作赶了过来。还好阮宝有先见之明，天还没亮就把全家叫醒，吃了一顿御膳房顺来的早餐后，才被叫到院子里去。流放队里的其他人可就惨了，因着今早事发突然，流放队里的官差们全忙着处理刘明三人的事，也没顾上给大家发馒头。没发现任何凶手的迹象，刘明三人皆是暴毙，流放队里的人全都可以走了。官差们正准备让大家赶紧吃完东西，继续赶路。官爷，您不觉得这事儿太蹊跷了吗？刘官爷三人和盛家大房吃完饭后就暴毙了，盛家三郎又是出了名的喜欢钻研歪门邪道，我看这事儿八成和盛三脱不了干系。嘿，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还真是猪拱门帘，全凭这张嘴。全京城谁人不知，你盛二爷屁本事没有，能和你那10几房小妾过上滋润的生活，全是沾了盛家大房的光。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如今大房遭难，你就成天在那到处找人家的错处，从早到晚那张喷粪的嘴就没停过。小爷，我活了10几年，还从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轩哥，你少说几句吧，这里哪轮得到我们说话？爹，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从小您就教过我，凡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南齐人享受了20多年的太平盛世，全仰仗盛家大老爷在边关镇守多年。即使如今圣上判下罪状，也不能磨灭盛大老爷从军几10年为南齐做出的贡献。看到有人胡乱往他的家眷身上泼脏水而不管不顾，就是对不起我的良心。哎，当真是儿大不由天。行，你想怎样就怎样，老子也懒得管你。这个中年男子名叫林国栋，曾是爹麾下猛将，却因为早年在战场上受了伤，辞官归了家。但他的2个儿子却全都骁勇善战，年纪轻轻便在爹的军队里崭露头角。眼前这个便是林国栋第2子林少轩。此次皇家下定决心要铲除秦王府嫡系势力，盛家的忠心拥趸林家自然也跟着遭了殃。正好当时林少轩有事逗留京中，也就和他爹一起被押送进了流放队。林啊，你个不懂得敬老爱幼的小逼崽子！南齐上下谁人不知，你爹就是调给盛静海冲丰县镇的狗，你和你哥2个就是盛家大房养熟的小狗崽子。昨天刘官爷几人和盛三推杯换盏到深夜，可不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遮掩不了他们谋害官差的事实。说这么多屁话，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昨晚和官差们吃了顿饭，就是谋害他们的凶手了。那你昨天还被刘官爷打了一顿呢，我是不是也能说你是谋害他们的凶手？这么说来，我看你的嫌疑倒是更大一些。昨天所有人都看得真切，刘官爷3人对盛家大房众人照顾有加，只要有什么好处都先让给他们。不用我说，大家都能看出来，只要有刘官爷在，盛家大房之后的流放之路必定顺风顺水。他们拼命保护刘官爷几人还来不及呢，你这老货却不同了。几位官员本就看不惯你这等卑鄙小人，之前一直对你没有好脸色，你完全有可能怀恨在心，半夜起来对他们下嘎手。流放队里的许多人还真沉思起来，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刘明几人之前为了接近我们，故意表现出对我们很好的样子，现在反倒成了我们绝不会害他们的有力说辞。估计刘明现在坐在地府直通车上，都能感觉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酸爽。盛德海顿时感觉到好像自己的嫌疑还更大了。你简直就是在胡扯！我哪有这种能耐？官爷，小的举报，流犯盛德海昨日曾与刘官差等人发生过局语，有充足的作案动机，说不定作案工具此时就在这人身上，还请官爷明察，还几位官差一个公道。罢了，刚才仵作已经确定3人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症状，此事不再追究，抓紧时间启程。官爷，您再找找呀！大房那几个人狡猾得很，这么要命的证据，怎么可能只藏在包袱里？他们的衣服鞋底也得搜一搜啊！哎呦，二叔您真有意思，人都有可能吃马粪呢，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不可能的？
盛义臣，你个不孝子孙，竟捉弄长辈至此，你简直无耻至极！二叔，我看你摔糊涂了吧？我离你3尺开外，你摔跤了也要赖我头上。你个无耻小辈！二叔，我先前就是随口一说，你怎么还给大家实操演示了一遍呢？你这么客气，这儿我多不好意思啊！别吵了，赶紧上路，再多嘴一人10鞭子。越往北走，风雪越大。流放队众人艰难前行了1个多时辰，也才走了2里地。看到众人身心涣散的李飞虎，只好找了个避风的小树林，让众人稍作休息。而盛德海却神情灰败，就连活下去的希望也在一点点泯灭。长话短说，相爷有要事交代于你。相爷是不是派你来接我回京了？我就知道他让我跟着流放队2天，也是因为这次办事不力，想稍微惩罚我一下。走吧，快带我离开这！你有什么要紧事，我们回京再说也不迟。够了，你给我闭嘴！相爷让你继续跟着流放队一路往北，完成一件重要的事。你说什么？你们还想让我再跟着流放队？怎么还没认清楚自己的身份，以为自己还是高高在上的郎中大人？没有，您说，我都听您的。哼，您这2天一直和盛家大房等人同行，可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怪异之处？都是盛三。这一切肯定都是盛三那小王八羔子干的，是他一夜之间清空了京城上百名官员府邸，是他把验圣之物埋在了我的院子里。气死我啦！盛义臣，这些肯定都是他干的，我与他不共戴天。丞相大人本就怀疑京城被搬空和盛家老三有关，这才暂时推迟了按下盛家大房众人的计划。倒是没想到盛德海这老货还挺有本事，竟提前发现了盛家老三的端倪。快与我说来，你发现了什么证据？是不是发现了盛家人手上有御用之物？没发现啊。那你可在那天晚上发现了什么大房引卫潜入2房院中的蛛丝马迹？没发现。所以你到底是发现了什么证据，证明那些事都是盛三干的？我没发现什么证据啊，刚才那些是我的推理出来的。哎呦，大人，虽然只是猜测，但也是我用心推敲出来的呀。您想想，以前就算是流年不利，也只是1年会出现1件怪事，今年却有好几件怪事接连发生，而且还是流放队到哪里，怪事就发生在哪里，你不觉得太巧了吗？而放眼整个流放队，除了喜欢研究歪门邪道的盛三外，谁还有这等本事？蠢货，你说的这些丞相大人早想了，不然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让你监视他们？从现在起，你给我密切监视盛家大房的一切动静，只要发现他们有任何行为反常之处，立刻传信汇报给我们。不想嘎的话，就每天服1粒瓶子里的药，别到时候任务没完成，你自己先没了。多谢大人，多谢大人。盛家大房的人其实心软得很，你别和他们硬着来，还像以前那样多做表面功夫。再加上他们和你又是族亲，肯定不会介意透露点秘密给你。况且如今身受重伤的盛静海和盛家老五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大人也猜出来了，盛家老三不是个简单角色，愿意带着家人跟随流放队，也只是为了麻痹我们。想必他也在暗中纠集实力，准备在流云聚与我们火拼，救下盛静海和盛天策。殊不知我们大人早就猜透了他们这些心思，早已在流云郡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他们前来飞蛾扑火。倒是再把属于秦王派系的一个个扑棱蛾子全都一网打尽，只要把秦王残党清理干净，北京20万大军彻底归于相爷门下，相爷一直在筹备的那件大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盛德海被他说的激动异常，眼冒绿光，其实根本就没听进去，一心只想着回京城。是，大人，您说的是，以后丞相大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绝对鞍前马后，没有半句怨言。大人，你盛德海，我警告你，这可是相爷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敢像先前那样被人钻了空子，让你这颗老鼠屎坏了我们准备许久的计划，就直接把你给丢进龙渊谷。龙渊谷是南齐皇室惩罚暗卫的地方，里面有各种残忍至极的折磨人手段，对那些被扔进去的人来说，嘎了才是一种解脱。大人您放心，这次绝不会了，我一定能在抵达流云郡之前摸清楚圣三做法的流程步骤。你要是敢把今天的事透露出去一个字，照样是被扔进龙渊谷的下场。是，小的知道，小的绝不往外透露一个字。行了，赶紧回去，免得被人怀疑。盛德海一想到之后的美好日子，忍不住高兴了起来。二叔可真有兴致，刚密谋完大事就来滑雪了。
你个丫头片子在胡说什么？我刚才就是一个人去解手，脚下不小心打滑，才从山顶跌了下来。这附近人都没有一个，我能跟谁密谋？是吗？刚才我就远远瞧见大树下有个黑衣人在那教训一条哈巴狗，我越看越觉得那条哈巴狗有点像二叔，都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眼睛了。不对，这丫头不是出了名的蛮横跋扈，和圣三一样是个小纨绔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条理清晰了？难不成这丫头天生智力非凡，以前种种全是伪装？阮宝用空间将仇人的物资搬空去流放，仇人一路受苦跟随，只为寻找证据，却还是被阮宝识破。小11啊，你刚才说看到大树下有个黑衣人在训一只哈巴狗，当时就你一个人看见了，可还有其他人也在场？是呀，那只哈巴狗长得可像二叔了，我本来还准备让三哥他们也一起来看的，只可惜他们忙着烧火，没空搭理我。那你可曾见到刚才有什么人在附近砸石子？砸石子？没有呀。还好，被发现就完了，所以这丫头是肯定不能留了。哼，那你就给我下悬崖吧，小兔崽！丫头，你给我吃了什么？是毒药哟，是不是比今早的马粪好吃点？你个小兔崽子，在哪学的这么多骗人手法？别以为你人小灵活，就能在我这儿蹬鼻子上脸，我今儿非替你爹妈狠狠教训你一顿不可！突然，盛德海感觉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他感觉此时像有一双无情的大手在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撕裂、灼烧，再撕裂。毒药呀，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这药一旦服下后，就会让人痛苦不已，不得不忍受心灵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就是为了让人受酷刑而设计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足不出户就能让你体验一遍龙渊谷的18般酷刑。小11，快救救我！只要你救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对付这种喂不熟的狗，就得直接棍棒伺候。说吧，刚才和那黑衣人在密谋什么？盛德海痛苦地把黑衣人说的话全都复述了一遍。为了灭秦王福满门，竟然费了如此多的心思，那就别怪本宝宝做一个更大的网，直接把你们那张破网都一锅端了。哼！小11，该说的二叔都说了，真的没有一点隐瞒，可以给二叔解药了吗？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给你解药了？你怎么你？盛德海心中漫起滔天怒火，却又转瞬被一浪接一浪的疼痛覆盖了去。给你解药也不是不行，但这解药需要1天服用1次，只要有1天没服用，这毒药就会再次发作，分分钟让你重新体验现在的感受。对了，给你科普下哦，这毒药叫黄泉，只能靠每日吃药延缓发作，却不能彻底被根除。想必你也感受到了，一旦毒发，便会让人痛不欲生，虚弱的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就连想自我了结都得哀求别人帮忙。更妙的是，这药里还加了一味能让人五感更加敏锐的药材，中毒者能感受到的疼痛也是平常人的10几倍。你瞧瞧，那帮皇室中人多笨，想教训人还得千里迢迢送到龙渊谷，姑奶奶只需一颗药丸，分分钟让你体验身在龙渊谷的快乐。想得到解药，以后就得按我说的做。何怀远不是让你偷偷给他们传信吗？你继续给他传，但上面的内容只能是我让你写的东西。之后他们和你私下谈话时说的每一件事，都必须一字不落的转告给我，听懂了吗？懂了，听懂了。刚才的剧烈疼痛正在慢慢消减了下来。你要是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大可以做点祸害我们的事情来看看，到那时候可就不是吃一粒黄泉这么简单了，我会让你感受到比今日还强上10倍、100倍的痛苦。信，我当然信。小11啊，不，姑奶奶，我以后都听您的。一想到刚才所经历的一切，盛德海便是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一抬头发现阮宝已经不见了。刚才那丫，啊不，是姑奶奶的神态行为，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常的3岁小孩。难不成他还真像话本子里说的那样，是仙童转世，或是被什么妖魔鬼怪附了体？哎呦，娘亲的小乖乖，你去哪了？担心死我们了。那边有几株腊梅开了，阮宝觉得很好看，就多看了一会儿，所以就回来晚了。哎呦，娘的小乖乖，下次你再想看，让娘亲、三哥或者云锦姐姐陪你去成不成？
自己那些折磨人的手段，怕是更会吓到娘亲。知道啦，娘亲，软宝再也不会让您担心啦。娘亲就知道我们软宝最乖了。李珍怡却还是怕软宝年纪小，不知轻重，继续语气轻柔地给他科普了许多流放路上可能遇到的危险。不是，娘，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危险？软宝努力扮演一个合格的小奶宝，听他娘在耳边碎碎念。娘亲，您就别担心了，小妹本领大着呢，偶尔离开我们一会儿也不会有事的。他本事再大，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能不担心吗？况且你妹妹还这么小，遇到1、2个恶人还好脱身，要是有人处心积虑的想算计她，她即便能逃脱，也得掉一层皮。还有，你这做哥哥的怎么回事？不想想怎么保护好你妹妹，竟在这说风凉话。这脸怎么变得比翻书还快，还莫名多了点恶毒后娘的即视感。出去找软宝的盛逸晨和云锦也回来了，两人对着小奶宝一顿揉捏，确定没事后才作罢。昏君将软宝流放至蛮荒之地，即将撞见100年一遇的雪崩。还好软宝知晓剧情，有一计。这声音像是雪崩了，不过还只是小规模的雪崩，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雪层崩塌。哥哥，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快想办法让流放队停下来。软宝可是发现了哪里不对？前面已经开始小规模雪崩了，我们现在过去肯定要遭殃。原书里确实提到过，在玉屏山发生了雪崩，但当时流放队早就经过了玉屏山，并未受到影响。可如今因为我的出现改动了剧情，让流放队因为那3个坏人的事，在驿站耽误了些时间。我们现在过去，正好撞上雪崩。大家全都不怀疑软宝的话，脸色变得凝重起来。既然前方有雪崩，那我们绕道就行了。正好去年初的时候，我还在这附近迷过路。现在取到西北，通过一个小树林后，便能顺着一条小路绕过玉屏山，而且那附近还能找到些巨大山洞，正好方便我们今晚过夜。大哥上，说服人的事你最擅长了。我们今晚是埋雪里，还是住山洞里，全凭你一张嘴了。大哥，冲呀！盛玉涵把继续往前走的危害都告诉了李飞虎，还推荐了盛逸晨说的那条路。李飞虎听的只觉得周围的风都变得阴森可怖起来。押送流放队几十年来，还是头一遭遇到这么诡异的天气。慢下来的行程之后补起来也行，但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了。而且他说那条路以前也走过，虽然要多绕出些距离，但那边山势平缓，确实比继续往前走更安全一些。过了不到2个半钟的功夫，流放队一行人便来到了今晚落脚的山洞。阮宝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便嚷嚷着要和三哥一起出去看看。不远处有几十号人正围着一条十分细小的溪流，那么小的溪流里打出来的鱼，怕是连牙缝都不够塞。走，哥哥这就去猎头野猪来给阮宝加餐。等下，西南方2里地外有一大批人朝我们这边过来了。对方人数虽多，但脚步凌乱，不像是有组织的军队，应该是山匪。可这附近并没有如此大规模的山寨，这些人冒着大雪天纠集如此多的人马过来，总不可能只是为了打劫流放队，那就是有人在买凶嘎人了。西南方20里地之外，确实有个规模很大的山寨，据说山匪头子就喜欢像这样纠集一大帮人出行，好给对方造成压倒性的伤害。前不久我收到过一封密报，说太后的人似与那山寨有密切往来，看来这些人8成也是太后授意的。来了正好，我们把他们引到玉屏山，给他压的全埋了。引到玉屏山，好主意，你等哥哥想想要怎么引过去。不用想，阮宝有办法。空间险。流放队里会武功的人全被灌下了化功散，他们如今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鸡，待会儿男的直接嘎了，女的全都抱回寨子里去。也不知那传说中的战神之妻到底是个什么滋味儿。得不得劲儿，老大您一会儿尝尝不就知道了。这可不得了，那李珍怡可是昔日战神的女人，咱老大要是得到她，岂不就是和战神比肩的人物了？没想到这趟来的不仅赏银多，居然还有这等福利。咱琅琊寨能有现在这般每天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可都是张军师的功劳。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个出点子的人，真正办实事的还是兄弟们，我哪敢领了兄弟们的头功。行了，你们抓紧时间填饱肚子，一会咱干完这票大的，抓回去的美人先让你们品尝品尝。老大，听说秦王还有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儿，要不那小女娃的先养养，养熟了再。哎呀，失手了，本来还准备1刀2个，把那不男不女的也消掉的。你是谁？快报上名来。盛逸晨，盛软软。哟，没想到我名声这么大呢，
出门在外，倒也不必这么客气，直呼其名的多见外啊，你唤我生爹就行了。我信你二爹。兄弟们，这两人就是我们今夜行动的其中2个目标。圣三被灌了化功散，根本没有内力，先前能得手也是钻了空子。我们人数这么多，肯定能一鼓作气嘎了他。丙、丁、戊3个小队留在这里，继续留意山洞情况。其余人随我去拿下那小子。哼，冲呀！俺要给老大报仇。兄弟们，那鬼人说了，抓住圣三这记手工，都给我杀！阮宝在流放路上被山匪追杀，反手就用空间拿出火炮把山匪轰飞。内军器库里的火炮，盛一晨，你果然就是那个搬空了皇宫的盗贼。兄弟们，看来我们今天不仅能拿到1000两黄金的买命钱，还能多的1万两黄金的赏赐呢。他俩如今2手空空，想必再没有第2个火炮，他乘3武艺再高强又如何？全部人都一起上，不用再看那些流放的人了。乌压压的一群人围涌上来，盛一晨一路嘲讽的将山匪往玉屏山引去。小妹，你看他们急了，急得都要跳墙了。只有狗急了才会跳墙，人跳墙可是会被扯淡的。他一个太监哪里有资格扯淡？宫里那些太监身上总有股尿骚味，这位公公不会表面人模狗样，衣服下其实穿着里3层外3层的尿片吧？盛一晨，你给我住嘴！你个臭小子在那瞎说什么？你一个身体残缺的人，好好在宫里待着不行吗？该不会是被宫里哪位贵人派出来办差事，想利用琅琊寨图谋不轨吧？派你出来的那个人，该不会就是他？臭小子，你少在那空口白牙的胡乱编排！我劝你现在乖乖停下来，束手就擒，否则一会儿我先撕烂你的嘴，再送你下18层地狱。盛一晨这臭小子已经知道太多秘密了，今天说什么都得把他的小命留下来。太监被他气得怒火中烧，此时也顾不上掩饰武功了，直接运足内力，便跟着那2兄妹往前跑。兄弟们，别听那臭小子胡说，他现在就是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荣华富贵皆在此一刻，全部给我拼命往前冲，抓住那对敢挑衅琅琊寨的小兔崽子！冲啊！众人一路追至玉屏山脚下，却不见2人的踪影。这山谷就这么大，那2人肯定还没走远，速带人去堵住几个出口。今天就是把这山谷的地皮扒下来1层，也得把那他们找出来，碎尸万段。冲啊！几百号人转瞬间便被埋进了厚厚的血层里。妹妹，你吃的可是神仙姐姐给你的？是呀，这是神仙姐姐送我的零嘴，可以给哥哥尝一口不？给你。嘿，你个小丫头，翅膀硬了，连你哥都敢戏弄。你竟然这么好骗，那就给你1根吧。哥哥我厉不厉害？今晚吃烤野猪喽。哥哥真厉害。阮宝小手却轻轻一挥，便把还没来得及跑远的10几头野猪都收进了空间里。真好，又是阮宝哄哥哥开心的一天。先前的雪崩之势宛如山倒，山洞里的人即使在2里地之外，也能听到剧烈的声响。还好得了盛家大郎的提醒，不然流放队里的所有人恐怕全都得葬身在那不可。阮宝和老三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要去看看。年金，您放心吧，以阮宝和老三的能耐，就算您出事了，他俩估计都没事。您如此焦急的出去找人，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们还得去找您，岂不是得不偿失？这2人出去了这么久，肯定是搞事情去了。唉，老三也真是的，大雪天的，他一个糙汉子出去瞎逛也就算了，把阮宝带出去作甚？年金，您也知道，阮宝他不是普通的3岁小孩，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您总是这般担心他，反倒耽误了他办正事儿。唉，你说的也是。刚才明明感觉有一大群人在往我们这边靠近，但转瞬又不见了踪影，那就说明人家的目标不是我们，或者是被什么更要紧的事引开了。听刚才的动静，那群人像是往玉屏山方向去了。照刚才的时间推算，这些人过去，岂不正好和山崩撞上？对了，圣三抱着他家那个小可爱去哪儿了？怎么一直没看到他们俩？怎么这么快就想我了？哟，这么大的野猪，你们今天吃大餐能算我1个不？哎呦，你扛这么多东西累不累？我替你抱小妹吧。扛这么多是有点累人，你帮我扛着猪吧。圣三，你简直不是人呐！爹，赶紧帮我扶着。废物，扛那么点重量还哭爹喊娘的。是挺轻的，你扛给我看看。喂，爹，你跑那么快做甚？其他流放队里的人可就难过多了，他们都只捡到拇指大小的鱼，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整个流放队最讨厌盛家大房的盛德海，就跟中了邪似的，对大房的态度来了个彻头彻尾的大转变。不仅一下午没说过大房的一句坏话，晚上还将自己辛苦捞到的3条拇指鱼献宝似的献给大房众人。林少轩甚至直接贴脸开大，足足骂了盛德海1刻钟。结果不仅没有反驳一句，反倒一脸陪笑的说了许多好话。之后有2个男子跑到盛德海面前说大房坏话，却被盛德海骂得怀疑人生。等到所有奸细冒出头，就直接一锅端了。流放队众人全都吃完饭后便都睡下了，但队伍里却少了1个人。嘻嘻，那些山匪喜翘翘了，他们辛苦挣来的家当，岂不就无家可归了？姐，山寨里的金山银山，姐这就来拯救你们啦！太监集结众山匪围剿阮宝，结果人还没抓到，家却被阮宝偷了。在小小的山匪窝里收呀收，没想到山匪的仓库里居然有上千斤的米，还有上百斤腊肉，那阮姐就不客气啦，收进空间，虫子也不放过，扔进空间里喂鸡。库房里存的干草、木材、木炭、锄头、锤子等农具，还有几10筐牛马羊等牲畜的饲料，收走。还有武器库里1把把的弓箭、盾牌、盔甲、长刀、长矛、短剑。咦，这不是号称天下4大兵器之一的玄铁刀吗？怪不得太后那老妖婆会费那么多心思，让人来和一群山贼打交道。看来是有人在附近发现了高品质的铁矿，他们借山寨的掩护，做起了私造兵器的勾当，那阮姐就收走了。再一个眨眼，阮宝直接瞬移到了土匪头子的主院里，开始了新一波的零元购，什么虎皮、熊皮、豹子皮、犀牛角、象牙，收走；金项链、翡翠扳指、镶满宝石的匕首，收走；密室里一大箱的金元宝、银元宝，上千贯铜钱，收走；还有那珍藏的熊掌、鹿茸、虎鞭、虎骨、穿山甲鳞片，全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全部都收走。等到了新家园，就专门搞一个山匪特色的小园林，无聊了还能穿上一身虎皮裙进去 cos 山大王。几个姨娘为了给山匪们准备庆功宴，在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吃我一剂迷药粉。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茶，全部收走。什么红烧肉、清蒸全鱼、炖甲鱼、八宝饭、宫保鸡丁、龙凤汤、四喜丸子，通通收走。阮姐和你们这群土匪现在也算两清了。阮宝又开始推土机似的扫荡各个姨娘的宅院，什么铜镜装台宝石首饰，各种绫罗绸缎珍稀皮草，全都收走。这些女人虽然用的全是不义之财，但也许并非出自本意，还是给她们留件肚兜在屋子里吧。阮姐，我要升级了，这次好像能升一个大的，可以解锁好几种功能呢。我们正常的人类一般只会说拉了个大的，不会。阮姐，我拉了一个大的。算了，懒得和人工智障多做计较。阮宝也感觉此时充斥在丹田内的力量比上一次更磅礴纯粹。阮宝转瞬便燃起一团巨大的火焰来。阮姐，快进空间，你的武器库可以用。阮宝当即一个瞬移进去，就看见自己的武器库里的一排排的手枪、突击步枪、冲锋枪、散弹枪、各种子弹匣、手榴弹、毒气弹、防弹衣。现在不但能控制风流，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忍受寒风的荼毒，就连武器库也能用了。别说在南齐横着走了，现在就是在南齐斜着走，也没人能管得了。阮姐，咱说好的要给彤彤改名字的。行吧，那就叫你狗剩好了。啊，俺要叫招财，不要狗蛋狗剩。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狗蛋狗剩不吉利，招财这名字听着就吉利。行吧，以后你就叫招财啦。赶紧去给我争取下次升级的福利，要是下次升级不满意，你还叫狗蛋。阮姐别改名字，我下次一定给你升个更大的。阮宝无语，刚出空间就看到有很多重兵正在把守的库房，这应该就是替太后囤兵器的库房了。阮宝当即用空间将外面守卫全给迷晕。
好家伙，这里竟然囤满了各种做工精良的长枪、长剑、短刀、铁棒、狼牙棒，还有几百箱符合军队规格的铠甲、头盔和火炮。这老妖婆私造这么多兵器想干嘛？难道她想篡自家儿子的位，当女皇？按原书描写，南齐马上就要经历几百年难遇的天灾了。到那时候，皇室四处逃荒，这女人准备的这么多东西也就用不上了，多可惜呀！不如全都孝敬阮姐吧，收走收走。阮宝来到一个隐藏在后山洞穴里的巨型炼铁厂。谁在那里？给我出来！大人，是我哥他快不行了，我就是想带他去找大夫看病，求求您放我们出去吧。快不行了，那就直接扔下山崖，你继续回去干活。不，我哥应该只是累得睡着了，他身体好得很，求求你们放开他。这尼玛是人能干出来的事。阮宝被气得牙痒痒，却没有贸然行动，而是趁周围人不注意，在他哥的嘴唇上滴了2滴灵泉水。这里的员工每天都得工作25个小时，一旦偷懒被发现，需要被打够整整250鞭。空间收。有鬼啊！武器出。兄弟们，是神仙显灵了，干了这群狗贼，我们逃出去。王老四，你他娘的，一共打了我和我哥250鞭，我都给你记着呢。我今天不多不少，全都还给你。刘德顺，你个王八鳖孙，你竟然玷污了我娘，害得他跳河自尽。老子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贱命，也要把你干了！惨叫声连绵不断，一时之间，痛骂声和刀剑入肉声此起彼伏。你这畜生，嘎了你有什么用？我娘再也回不来了。哥，弟替你报仇了，你趁早去投胎吧。失去的亲人不可能重回到眼前，大仇得报的快感后便是深深的绝望。都别哭了，现在外面的人还没发现，我们赶紧逃出去。都想想你们的家人，不管之前有多痛苦，也要为了他们振作起来。他这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许多人听了后全都收起眼泪，努力平复着心中悲伤情绪。小民拜谢神明显圣，救我等于水火之中。小民愿尽毕生之力，供奉香火，唯愿神明福寿绵长，万寿无疆。神仙慈悲，小人感激不尽，今后定当日日祈祷，愿您寿寿无疆。小人已向上人头担保，绝不说出今日之事。等所有人都逃走了，阮宝小胖手一挥，直接把矿洞里刚炼好的，以及才炼到一半的刀剑，还有几百台各种炼铁炉子、各种打铁器具，全都一股脑收进了空间里。把这山洞也收进空间里去。阮宝爆发出体内所有潜力，将山洞收进空间。能量耗尽的阮宝虚弱地蹲在地上，猛地一口气喝了几大杯灵泉水，这才稍微恢复了些体力，离开这里。你出去干什么了？怎么弄成这样？你那种效果很好的水呢？还不赶紧拿出来喝几口？我只是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好，哥哥马上带你回去睡觉。三哥，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没多久，你好好休息吧。想那么多干嘛？你骗阮宝，你浑身上下都快冻成冰块了，这还叫没等多久？谁让你是我妹妹呢？你们别过来，赶快跑啊！哥哥，我们得帮他一起解决掉那老虎，不然那畜生也会冲过来，可能会误伤到还在洞里的祖母他们。有哥哥在，不会有事的。盛一晨随意捡起根粗壮的树枝，朝正在搏斗的老虎和少年冲了过去。他现在不能随意暴露武功和身上的武器，只能先想办法借助巧力打晕了这头老虎再说。然而下一秒，有一只更大的老虎朝阮宝冲了过去。妹妹，小心！不是，你丫有2刀解决巨型虎的实力，刚才还在跟老虎你侬我侬的，搁这儿逗我玩呢。小妹妹，你怎么样了？卧槽，这不是男主吗？少年见阮宝的小包子脸上全无血色，当即掏出枚灵丹妙药喂给了他。哥哥好欺，糖豆好欺，阮宝还要。好，都给你。但这种糖豆很特殊，只有在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才能吃，知道吗？这人大半夜出现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装作不认识我的模样，这事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我是清河白家子弟，去京城访友后回老家，途中经过此地，却不想惊动了猛兽，还好遇到你们2人，帮忙解决了其中一只巨型虎。这人表面看着单纯无害，其实弯弯肠子多着呢。清河白家的公子哥啊，幸会，倒也谈不上是我出手帮了你，毕竟就算我不出手，那2只猛兽你也能轻松解决吗？
实不相瞒，在下虽学了一身武艺，还是第一次出远门，没曾想就遇到了如此大型的猛兽。要不是公子及时出手相助，我可能还得多受几处伤，才能把这2只猛兽制服。只要恩人拿着这块玉佩去任何一家标了清河白氏的店铺，都能受到最好的款待。按照原书剧情，此时的顾元城正在被北辰国的各方势力追杀，确实不能轻易暴露身份。但那玉佩一看就是个好东西，卖了也能值不少钱啊！这居然是传说中的暖玉，既然收了人家这么多好东西，也得一丝一丝，这样才能和天道之子保持良好的友谊。给你借个，哥哥他们受伤了都用借个。小妹妹，你真懂事。行了，天色也不早了，你赶紧去找你家大人吧，我家小妹也要睡觉了。还有这2只老虎就全归我们了。也不等的答复，盛一晨就左手抱着妹妹，右手抓着巨型虎的一只腿，极其粗暴地把那老虎拖了回去。隐在暗处的那些人走了？那些人的目标不是我们。哼，我就知道那臭小子嘴里没一句真话，区区一个清河白家子弟，值得这么多武功高强的暗卫跟踪他。暗处有几十双眼睛盯着他呢，他要是和你说实话，估计小命已经交代在那儿了。不过你放心吧，他对我们应该没有恶意，因为他现在自身都难保呢。按原书剧情，这个时候北辰太后应该已经把皇帝谋害了，另立了一个3岁小皇子，但现在的情况却是皇帝依然缠绵病榻，太后也并没有完全掌控朝中势力。难道是因为我穿越产生的蝴蝶效应？但想想似乎说不通啊。算了，明天还得继续搞事情呢，现在得抓紧时间休息。